各位兄弟，晚上好。今天咱们来聊一段不长不短的血色岁月。段历史不长，200多年，但这个世界绝对不是什么讲究温良恭俭让的家宴，这是一场游戏，一场只能活一个人的无限制格斗，没有契约，没有风度，几百个诸侯国的结局只有2个，要么吃掉别人，要么被别人嚼碎咽下去。我们总以为历史是仁爱的，是礼教的，但如果把视角拉高，你会发现，这他妈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服务器。官方名字叫战国，谁更不要脸，谁的战争机器更冷血，谁就能通吃天下。咱们上次聊到春秋末期，那帮贵族老爷们好歹还披着一块尊王攘夷的遮羞布，结果到了战国的路口，这层最厚的脸面被彻底撕了下来。这就像一家快要破产的超级大公司，内部出了大乱子，韩赵魏这3个高级打工人联手把嚣张跋扈的顶头上司智伯给做掉了。他们不仅杀人，还要诛心。他们把老板的脑袋砍下来，刷上大漆，做成了一个酒杯。最荒诞的是什么？是远在洛阳，穷得快要去要饭的周天子，居然收了这3家的保护费，盖了个公章，正式承认他们是合法诸侯。这好比是在群里发了个公告，以前的群规作废了，从今天起，谁拳头大，谁能把老板干掉，谁就是新群主。随着这声丧钟敲响，那个还讲究点退避三舍，不斩2毛的春秋时代彻底咽气了。中国历史正式切入了一个新的服务器，名为战国。在这个服务器里，没有礼义廉耻，没有道德底线，甚至连好人这个词都是骂人的。这里只有一句话，不是你弄死我，就是我弄死你。这是一场大逃杀，更是一场长达200多年的极限格斗。刚才咱们说到韩赵魏这3匹饿狼在晋国大院里夺食，但你想不到的是，远在东方的老牌超级大国齐国，却在同时上演着一出极其安静、极其有技术含量的恩怨喜剧。这出戏叫田氏代齐，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一起企业恶意并购案。咱们今天就先来扒一扒这桩奇案。要弄明白这事儿，咱们得先看看齐国这家老牌公司的原始股权结构。齐国是谁建的？是姜子牙，就是那个在渭水边上钓鱼，帮周武王灭了商朝的老大爷。所以齐国本来是姓姜的。姜子牙的子孙们在这里当了几百年的董事长，但富不过3代。到了春秋中后期，姜家的子孙那是一代不如一代，不仅内斗，还引狼入室。这匹狼姓田，其实祖上是陈国的贵族。陈国内乱，一个叫陈完的公子哥为了保命，带着家眷逃到了齐国避难。齐国国君看他可怜，收留了他，给封了个小官。陈完为了低调，改名叫田完。这就像一家破产公司的副总跑到另一个大集团来当了个部门经理。按理说，这种外乡人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但田家人不这么想。他们不仅想吃饱，还想把整张桌子都端走，只不过他们的吃相比智伯那种明抢要优雅得多。他们用了一种在当时看来极其不可思议的武器，这武器叫做慈善。田家在齐国蛰伏了几代人，老老实实当官，认认真真搞钱。到了田启这一代，田家已经成了齐国最有钱的家族之一。那时候的齐国国君是齐景公，这人是个典型的何不食肉糜的昏君。他喜欢修宫殿，喜欢养马，就是不关心老百姓。为了维持奢侈，他把赋税定得奇高，刑罚也重得吓人。当时齐国老百姓有多惨，市场上普通鞋子卖不出去，但一只假肢却成了畅销货。因为被砍了脚的人太多，一边是穷奢极欲的昏君，一边是水深火热的百姓，
这在政治上叫什么？叫巨大的市场空白。田启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空白，他做了一件极其聪明的事，他开始了他的散财童子公关秀。那时候老百姓青黄不接，春天没饭吃，就得去借高利贷。田启对大家说，都来我家借粮食吧，利息极低，几乎等于白给。但这还不是最骚的操作，最骚的在后头。当时大家量粮食用的是豆，田启自己造了一个特制的大豆，容量比官方的豆要大得多。老百姓来借粮食的时候，他用这大斗装满，到了秋天还粮食的时候，他却换了个工具，用官方的小斗来收。这叫大斗借出，小斗收回。各位兄弟，你们算算这笔账，借出去多，收回来少，这中间的差价全由田启自己掏腰包垫上了。在那些只知道往自己怀里搂钱的贵族看来，田启简直是个脑子进水的超级大傻叉。你这是图什么？不是败家吗？但如果你站在现代资本运作的角度看，田启这是在烧钱搞补贴啊！这就是互联网公司前期为了抢占市场份额，疯狂砸钱发红包的招数。田启用自己家族的真金白银，在齐国老百姓中疯狂刷好感度，疯狂收买人心。齐国老百姓哪懂什么政治博弈，他们只认一个死理：国君天天抢我们的粮食，还要砍我们的脚，而田大善人不仅借粮，还让我们少还田价。那是真菩萨。在几十年的补贴下，齐国的民心就像流水一样，全流进了田家的口袋里。田家在底下搞这么大动静，难道齐国高层都是瞎子吗？当然不是。当时齐国有一位顶级的政治家叫晏婴，他早就看穿了田启的把戏。有一次晏婴出使晋国，跟晋国的大夫叔相聊天，书相问齐国情况如何，晏婴叹了口气，说出了一句预言：齐国以后怕是要归了田家了。咱们的国君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恨他入骨，而田家用大斗借出小斗收回，这是在拿自己的钱替国君施恩。老百姓现在爱田家胜过爱国君，如果田启不死，齐国迟早改姓田。晏婴看得很透，他多次提醒齐景公，大王，田家势力太大了，得管管啊。结果齐景公怎么回答？他摆摆手，一脸不在乎。哎呀，晏相国你太多心了，田启这人我了解，他就是个老好人，他愿意拿自己的钱去救济穷人，这不是帮寡人安抚百姓吗？这是好事啊，双赢嘛。这就是昏君的逻辑，他只看到眼前的岁月静好，只看到国库不用掏钱就能维持稳定，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家的江山股份正在被田家通过这种定向增发的方式一点一点地稀释吞掉。齐景公不仅没阻止，反而给了田家更大的权力。田启心里估计都笑开花了，感谢大王成全，既然大王觉得我是好人，那我就把这好人当到底。靠着大斗借小斗收，田家完成了资本积累和民意基础。但这还不够，在那个乱世，光有民心是不行的，还得有刀把子。随着齐景公和晏婴相继去世，齐国高层失去了能压阵的人，田家终于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具，露出了獠牙。田启的儿子田横接手田家，这人比他爹更狠，他不再满足于做慈善，开始在朝堂上大开杀戒。他把齐国国内最强大的几个老牌贵族家族全部除掉，又把齐王的亲信一个个杀掉。最后他干脆把当时的国君齐简公直接杀了，换了一个更听话的傀儡上去。为了巩固权力，他还干了一件极其变态的事，他选了齐国国内70多个身高1丈的壮汉，养在后院里，让他们和自己的姬妾自由交配，生下来的孩子全姓田，这叫物理意义上的繁衍势力。到了田横这一代，田家在齐国已经是挟天子
已令诸侯了。齐国国君彻底变成了一个只会盖章的橡皮图章，但要完成最后的夺权，还需要一步。这一步落在田横的曾孙田和手里。公元前391年，齐国国君是姜家的最后一位主子齐康公。这位老兄每天在宫里瑟瑟发抖，连大气都不敢喘。但田和已经没耐心了，他做出了一个比当年韩赵魏还要体面，但也更让人心寒的举动。他没有杀齐康公，他下了一道命令，把齐康公和他的家人全部赶出了临淄，流放到东海边的一个荒凉海岛上。田和对他说：大王，您就在这海岛上好好享受海风吧，齐国这副烂摊子就不劳您操心了，我田家替您管了，只给这位姜太公的后代留了一座小城作为祭祀的食邑。几年后，齐康公在海岛上郁郁而终，姜姓齐国彻底断绝香火。把老板赶走后，田和转头就去找了当时中原的黑道老大魏国，他送了大量金银财宝给魏文侯。大哥，齐国我已经拿下了，麻烦你帮我在周天子面前说句话，给我转个正呗。魏文侯刚分了晋国，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派使者去了洛阳。此时的周天子比当年承认3家分晋时还要惨，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捏着鼻子下了道圣旨，正式册封田和为齐国诸侯。如果说3家分晋给了春秋时代一记重拳，那田氏代齐就是给周礼这具僵尸钉上了最后一根棺材钉。田齐正式挂牌上市。故事讲到这里，咱们把视角拉高，俯瞰一下此时的中原大地，那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新棋盘。旧的贵族基本死绝了，晋国没了，变成了赵魏韩；齐国换了新老板，变成了田齐。剩下的3个大国里，楚国本来就是南方的蛮子，从来不跟周天子讲规矩，打仗最狠。秦国在西边跟戎狄厮杀了100年，满脑子都是抢地盘。燕国是老牌诸侯，位置偏远，一直在默默磨刀。这就是战国7雄，请注意他们的出身。这7个国家里，齐赵魏韩这4个全都是靠篡位起家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这个全新时代，合法性这东西已经变成擦屁股的纸了。没有谁生下来就是王者，也没有谁的王座是绝对安全的。你今天是老板，明天就能被下属干掉。这7个如同饿狼一般的超级大国互相看着对方，他们的眼神里没有同情，只有赤裸裸的贪婪和算计。他们都在想同一件事，怎么把其他6个人弄死，然后把整个天下吞进肚子里。这不再是春秋时期那种打服你就行的争霸战，这是要亡国灭种的兼并战。战国这个大舞台，所有诸侯都在摩拳擦掌。但要说这第一局的狠人，毫无疑问是那个分家分得最惨的魏国。咱们先来看看魏国分到了什么地盘。韩赵魏把晋国这块大蛋糕切了，赵国在北边，地盘大，还能顺便打打匈奴抢点马。韩国在中间，占着最肥的土地，还能挖铁矿。魏国呢？魏国的地盘像一条长长的腊肠，七零八落，四面漏风。东边是齐国，西边是秦国，南边是楚国，北边还有赵国。在战略游戏里，这叫四战之地。你魏国就算有3头6臂，只要周边这几个国家一高兴，一人给你一拳，你也就得鼻青脸肿。当时的魏国国君是魏文侯，这老兄是个明白人，他看着自家这副烂牌，知道如果不搞点特殊手段，魏国迟早得被人吃干抹净。怎么搞？1个字：变。变法图强，要把魏国从一个靠血统混日子的旧公司，变成一台靠利益和法律驱动的战争机器。魏文侯找来了一个叫李宠的狠人，任命他为相国。李沁是个法家大佬，
他一上台，二话不说，直接就把魏国那些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的旧贵族给撅了。他搞了一套非常超前的制度，使有劳而禄有功，说白了就是干活的吃饭，有功的拿钱。以前那种因为你爹是贵族，你生下来就有封地、有爵位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魏国想升官发财，可以拿业绩来换，文官看你治理地方的赋税，武将看你砍下的人头。这套 KPI 考核系统一出，魏国的底层老百姓和有才华但没背景的穷书生眼睛瞬间就亮了。整个国家的阶层流通渠道被强行打通，所有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拼命。为了保证这套系统不出乱子，李岑还干了一件震慑古今的大事，他把各国刑法收集起来，编纂了一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这等于把游戏规则刻在了石头上。谁犯了法，不管你是平民还是贵族，按条文办，该砍手砍手，该杀头杀头。有了法治和 KPI， 魏国的内政变得极其高效，国库迅速充盈。但有了钱还不够，还得有枪杆子。魏国身处四战之地，必须有一支能把周边所有邻居都打服的无敌铁军。这时候，一个中国军事史上真正的魔鬼教官，带着他那套近乎变态的练兵手册，走进了魏文侯的视野。这个人叫吴起。说起吴起，后世对他的评价一直是两极分化的。有人说他是堪比孙武的兵家亚圣，也有人说他是个道德败坏的人渣。为什么说他道德败坏？因为这哥们儿为了出人头地，干的事儿确实太没有下限了。吴起是魏国人，家里挺有钱。他年轻时为了当官，把家产全拿来跑关系，结果官没跑成，钱全败光了。乡里人笑话他，吴起一怒之下，连杀了30多个嘲笑他的人，然后逃出魏国。临走前，他咬破胳膊跟他妈发誓，我吴起如果不能当上卿相，绝不回魏国。后来他在鲁国当官，齐国来打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当将领，但因为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国君有些犹豫。吴起一听，这还了得，这不耽误我升官吗？他二话不说，回家拔出剑，把自己老婆给砍了。他拿着老婆的人头去向鲁国国君表忠心，你看我老婆是齐国人，我现在把她杀了，我跟齐国势不两立，用我吧。这就是著名的杀妻求将。再后来，他娘死了。吴起想起当年不当卿相不回家的誓言，竟然真的没有回去奔丧。这就是吴起，一个极度自私、极度冷血，为了追求成功可以完全剥离人性的工作狂。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谬。这样一个道德上满是污点的人，在带兵打仗这件事上，却展现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级才华。吴起在鲁国混不下去了，跑到了魏国。魏文侯的谋士评价他说，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任的不能过也。这人虽然贪财好色，但打起仗来，连兵圣司马任的都比不上他。魏文侯也是个狠人，他不管吴起杀了谁，只要能帮魏国打胜仗就行。他任命吴起为大将，镇守魏国的西大门西河郡，防备秦国。吴起到了西河，没有马上出去跟秦军拼命，他向魏文侯提出一个极其烧钱但也极其震撼的建军计划。他要打造一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最恐怖的重装步兵特种部队魏武卒。在吴起之前打仗，大多是贵族驾着战车，后面跟着一群拿着农具的农民，呼啦啦冲上去。但吴起不要这种乌合之众，他要的是一群职业杀人机器。魏武卒的选拔标准苛刻到了变态的地步，你得穿上3层重甲，拉开12时的强弩，背着50支箭囊，
手里拿着长戈，腰里挂着青铜短剑，带着3天的干粮，就这全副武装，负重至少60-70斤，在半天之内必须急行军100里。这哪是选士兵，这是选美国队长。在当时营养不良的战国初期，能通过这种测试的汉子，一个个绝对都是肌肉盘结的猛兽。当然，光有魔鬼训练不行，还得有足够的诱惑。吴起向魏文侯申请了一套极具杀伤力的激励机制，凡是选上魏武卒的，全家免除资役赋税，直接分大房子，分良田。只要你上了战场，只要你能活着回来，你家就是免税的特权阶层。如果立了功，斩了人头，那更是升官发财，子孙受益。这套机制一出，整个魏国的壮汉们都疯了，大家排着队去参加选拔，因为这不再是去送死，这是去考编制，是为家族搏一个阶层跃升的机会。有了顶级的装备，有了极度的渴望，这支几万人的魏武卒已经变成了一头蛰伏的凶兽。但吴起觉得还不够，他还要给这头凶兽注入名为死忠的灵魂。那个为了升官连老婆都能杀的吴起，在军营里却变成了一个慈祥的老父亲。他跟最底层的士兵吃一样的粗粮，穿一样的衣服，睡觉不铺席子，行军不骑马。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军营里有个士兵腿上长了毒疮，吴起巡营时看到了，没有叫军医。这位统帅全军的大将军竟然直接跪在那个最底层的士兵面前，用嘴一口一口地帮他把毒疮里的脓血给吸了出来。士兵感动得痛哭流涕。当这个消息传到那个士兵的母亲耳朵里时，那位老母亲却嚎啕大哭起来。别人问他，将军对你儿子这么好，你哭什么？老母亲擦着眼泪说，你们不懂啊，当年将军也给我丈夫吸过毒疮，我丈夫感动得连命都不要了，最后战死了。现在将军又给我儿子吸毒疮，我儿子肯定也回不来了。这就是吴起，他把人性的弱点玩弄到了极致。他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施恩，把这几万名虎背熊腰的重装步兵变成了一群愿意为他赴汤蹈火、死战不退的死士。现在箭已筑好，只等试封。试封的对象就是那个在西边蠢蠢欲动，想要东出争霸的秦国。秦国自从秦穆公之后，虽然在西戎那边打出了名堂，但心里一直惦记着中原那块肥肉，尤其是魏国控制的河西之地，那是秦国东出的咽喉。秦国国君觉得魏国不过是刚分家的暴发户，决定趁虚而入。公元前389年，秦国调集倾国之兵，号称50万大军，杀向魏国在河西的重镇阴晋。50万人啊，就算有水分，也绝对是一股能把地皮踩塌的庞大洪流。而此时在阴晋城里的吴起手里有多少人？只有5万魏武卒，10比1的兵力悬殊。秦军将领看着那座孤城，仿佛已经看到了魏军被碾成肉泥的下场。但在城内，吴起看着手下的魏武卒，发现气氛不对。这帮人不仅没有恐惧，反而一个个兴奋得像发情的野狼，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绿光。因为吴起在此战前下达了一个特殊的动员令，他没有派立过功的老兵出战，而是把那些刚选上来还没立过战功，还没分到房子和土地的5万新兵集中了起来。吴起对他们说，你们不是一直想要爵位，想要大房子，想让全家免税吗？现在秦国人带着50万颗人头来给你们送业绩了，去吧，把你们应得的东西拿回来。这5万没立过功的魏武卒瞬间沸腾了，在他们眼里，城外的秦军根本不是敌人，那是50万套大房子，是50万份免税证明，是他们全家老小阶层跃升的阶梯。开城门，迎敌。伴随着隆隆战鼓，阴晋城门大开。
5万名身披重甲、手持长戟的魏武卒，没有战车掩护，没有骑兵策应，他们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像一面坚不可摧的钢铁城墙，直直地推向了10倍于己的秦军。秦军一开始想用弓箭压制，但他们惊恐地发现，箭头射在魏武卒的3层重甲上，就像挠痒痒一样，直接弹开了。魏武卒顶着箭雨走到有效射程，5万张12时的强弩同时发射，那种恐怖的穿透力瞬间撕裂了秦军前排简陋的皮甲，甚至能一箭射穿2个人。秦军的阵型开始混乱，紧接着魏武卒抽出长戟和青铜短剑，像切黄油一样切入了秦军阵型。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近乎单方面的降维屠杀。魏武卒的重甲让他们在肉搏中几乎免疫了秦军的普通攻击，而他们手中的长戟每一次挥动都能带走一条秦军性命。这5万急于拿人头换房子的新兵打起仗来比死士还疯狂，他们左手提着2颗秦军脑袋，右手还在继续挥剑。50万秦军硬生生被这5万个重装步兵打崩溃了。秦军丢盔弃甲，向西狂逃。阴晋之战，魏国大获全胜。这一战彻底打断了秦国的脊梁骨。秦国不仅丢掉了整个河西之地，被迫退守洛水以西，而且在之后几十年里被魏国压得抬不起头，连函谷关都不敢出半步。后来横扫6河的大秦帝国，在战国初期这场遭遇战中，被吴起和他的魏武卒按在地上疯狂摩擦，差点连国都被灭了。凭借李蹭的变法和吴起的魏武卒，魏国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巅峰。魏文侯和他的继任者魏武侯挥舞着这把无敌的铁锤四处出击，向西把秦国打得闭关锁国，向东把老牌强国齐国打得大败，向南把楚国军队打得节节败退，向北打败中山国，扩地千里。魏国成了战国初期当之无愧的第一霸主。魏国的国君走路都带风了，他们看着周围被自己打得鼻青脸肿的诸侯，心里只有一个痛快，原来这天下没有什么是魏武卒一顿砍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砍2顿。但是魏国人太得意忘形了，他们忘记了，在战国这个丛林里，当一个人变得太强大、太耀眼，还四处树敌的时候，他就会变成全天下所有人的公敌。中原的棋盘上，其他6国看着魏国不断扩张的版图和耀武扬威的重甲步兵，心里升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不能再让魏国这么嚣张下去了，否则大家都要死。一张针对魏国的巨大而无形的包围网正在悄然张开，而此时的魏国，由于国君的猜忌，那位不可一世的名将吴起已经被逼得逃离了魏国，前往了楚国。失去了这颗最强大脑的魏武卒，即将迎来一个比他们更狡猾、更残忍，也更懂战争艺术的对手。那个对手原本是个残疾人，是个连走路都需要人推着的小个子，但他那颗装满了算计和毒计的大脑，将把战国时代的战争从重装拼刺刀推向一个更加诡谲、更加毫无底线的智力大逃杀时代。咱们刚才说到，魏国丢了吴起这张王牌，而一个坐在轮椅上连路都走不了的残疾人，即将与魏国的主帅上演一场中国军事史上最经典、最阴毒，也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心理大逃杀。这2个人，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庞涓。要讲这2场经典的战役，咱们得先扒一扒这2个男人的恩怨情仇。如果用现代职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出极其惨烈的同门相残。孙膑和庞涓传说是鬼谷子的徒弟，2人一起学习兵法。庞涓有点小聪明，胆子大，敢冲敢打，但他有一个致命弱点，极度自负且心胸狭窄。孙膑是兵圣孙武的后代，天赋极高，对兵法的理解和洞察力远在庞涓之上。
后来庞涓先下山，跑到了如日中天的魏国，当上了大将。按理说师兄发达了，提携一下师弟也是人之常情。庞涓也确实把孙膑请到了魏国，但他请孙膑来不是为了当同事，而是为了毁了他。庞涓发现孙膑的才华太耀眼了，他在魏国一天，自己这第一名将的光环就随时可能被抢走。在这种变态的嫉妒心驱使下，庞涓给孙膑设了一个极其歹毒的局。他诬陷孙膑私通齐国，犯了叛国罪。魏惠王大怒，把孙膑交给了庞涓处理。庞涓没有杀孙膑，他觉得杀太便宜了，他要让孙膑生不如死，变成一个永远无法带兵打仗的废人。他让人在孙膑脸上刺字涂墨，还残忍地挖去了他的2个膝盖骨，这叫膑刑。孙膑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一个没有膝盖骨的人，连站都站不起来，更别说骑马打仗了。一个脸上被刺了字的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当成罪犯鄙视。庞涓以为这样就能把孙膑一辈子钉死在尘埃里了，他甚至假惺惺地把受了重刑的孙膑养在家里，美其名曰照顾师弟，实则是为了逼孙膑写出那本传说中的兵法秘籍。孙膑在那一刻终于看清了这位师兄的面目，他的双腿废了，他的脸毁了，但他脑子没废。那股滔天的恨意在孙膑胸腔里燃烧，但他知道现在表现出一点点恨意，庞涓立马就会要了他的命，他必须活下去。于是战国历史上最让人心酸的一幕上演了。孙膑开始装疯，他披头散发，又哭又笑。庞涓为了试探他是不是真疯，把他扔进了猪圈。孙膑就躺在猪圈的泥水里，他不仅不嫌脏，甚至抓起猪槽里的猪食和粪便，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一边吃还一边傻笑。诸位朋友，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一个出身名门、胸怀100万甲兵的顶级天才，一个本该在沙场上指挥若定的将领，此刻却像一条狗一样趴在猪圈里吃屎。庞涓站在猪圈外，看着满嘴污秽的孙膑，终于冷笑了一声。看来他是真疯了。庞涓放松了警惕，也就是这一丝松懈，给了孙膑求生的机会。后来，齐国的使者出使魏国，孙膑悄悄爬去见了使者，用自己的才华打动了对方。齐国使者冒着极大风险，把孙膑偷偷塞进马车，逃出了魏国，带回了齐国。到了齐国，大将田忌非常赏识孙膑，把他推荐给了齐威王。著名的田忌赛马就是孙膑在齐国初露锋芒的杰作。齐威王发现这是个大宝贝，立刻拜孙膑为军师。孙膑坐在专门为他打造的战车上，看着西方魏国的方向，他在猪圈里咽下的每一口粪便，膝盖上留下的每一道疤痕，都将在未来的战场上化作射向魏国、射向庞涓的致命毒箭。复仇的齿轮开始转动了。公元前354年，膨胀的魏惠王让庞涓率领精锐的魏武卒浩浩荡荡杀向赵国都城邯郸。庞涓打仗确实猛，赵国被打得节节败退，邯郸危在旦夕。赵国国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决定出兵救赵，他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田忌是个直性子，点齐兵马就要去邯郸跟庞涓干仗。这时候，坐在轮椅上的孙膑拦住了他。孙膑摇了摇头，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笑意。田将军，你现在带兵去邯郸，那叫以时击时。他开始了战术分析。庞涓带的是魏国最精锐的主力，现在正在邯郸城下打得眼红。你跑过去跟他们硬碰硬，咱们就算能赢，也得脱层皮。要解开乱缠在一起的绳子，不能用拳头去砸。要排解正在斗殴的人，不能直接插到中间去挨打。田忌听愣了。
军师，那你说咋办？咱们就眼睁睁看着邯郸被攻破。孙膑指了指地图上魏国的首都大梁，咱们不去邯郸，咱们去打大梁。现在魏国精锐全在外面，国内空虚，咱们如果直扑大梁，猛攻魏国老巢，庞涓就算再想打下邯郸，也不得不放下嘴边的肉回师去救自己的国都。这样一来，邯郸之围自然就解了。而咱们以逸待劳，在他回师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等他带着疲惫不堪的军队急匆匆赶回来的时候，咱们就给他迎头痛击。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这招太毒了。它不仅是军事调度，更是一次极其精准的心理绑架。孙膑太了解庞涓了，庞涓是个极其看重权力和地位的人，如果他把魏国国都弄丢了，魏惠王绝对会剥了他的皮。所以只要齐军威胁到大梁，庞涓哪怕知道有诈，也捏着鼻子往回跑。田忌听完佩服得五体投地，齐军立刻调转枪头，直扑大梁。同时，孙膑还故意派了2支战斗力最弱的偏师去攻打魏国2个重镇，而且故意装出打不赢的样子，用来麻痹庞涓。庞涓在邯郸城下正准备享受破城的喜悦，突然接到后方800里的加急，齐军围攻大梁，国都危急。庞涓气得差点吐血，他知道自己被阴了，但他不敢赌，撤全军立刻回援大梁。庞涓甚至为了赶时间，抛弃了沉重的辎重和步兵主力，带着轻装部队日夜兼程往回赶。这正是孙膑想要的结果。在魏军回师的必经之地桂陵，孙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当庞涓带着疲惫不堪、队形散乱的魏军一头扎进桂陵的包围圈时，等待他的是以逸待劳、养精蓄锐的齐国大军，战鼓雷动，万箭齐发，魏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瞬间崩溃。庞涓在乱军之中甚至被齐军生擒，这是孙膑对庞涓的第一次痛击。无敌的魏武卒神话被打破，但是孙膑并没有杀庞涓。齐国后来为了外交利益，又把庞涓放回了魏国。孙膑看着庞涓离去的背影，没有说话，他知道这只是个开始。桂陵之战只是让魏国受了伤，他需要一场更彻底的，能把魏国连根拔起的绝杀。这场绝杀，他在13年后等到了。公元前341年，魏惠王还是那个记吃不记打的魏惠王。这次他没打赵国，而是盯上了南边的韩国。庞涓再次挂帅，率领10万大军攻打韩国都城新郑。韩国扛不住了，再次向齐国求救。历史仿佛进入了循环播放，齐国再次派出那对黄金搭档，主将田忌，军师孙膑。孙膑坐在战车上看着地图，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田将军，咱们还是别去救韩国了，咱们再去打大梁吧。齐军再次直扑魏国都城。庞涓在韩国前线接到消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孙膑又是你这个残废，13年前你在桂陵阴了我一把，今天我要连本带利讨回来。庞涓大怒，立刻撤了韩国的围，带着10万魏军主力，气势汹汹地转头迎击齐军。这一次，庞涓学聪明了，他没有盲目猛冲，而是步步为营，发誓这次一定要把孙膑生擒，把他另一半骨头也给敲碎。孙膑看着探子传回的情报，知道庞涓这次是动了真火，带的是魏国的全副身家，硬拼那是傻子才干的事。孙膑要玩的是一场将心理战推向极致的魔术。他对田忌说，魏国的军队一直很彪悍，而且他们从骨子里看不起咱们齐国的士兵，觉得咱们是胆小怕事的懦夫。善于打仗的人就要顺着敌人的心思，把他们引入陷阱。孙膑使出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诡计减灶法。第一天，齐军进入魏国境内，孙膑下令安营扎寨，
给全军造10万人吃饭用的炉灶。庞涓追在后面，看到营地密密麻麻的炉灶，心里冷笑：哼，齐国果然兵多，10万大军来势汹汹。第二天，齐军拔营继续后撤。孙膑下令，今天只造5万人吃饭的炉灶。庞涓追到第二天的营地，看着数量减半的炉灶，眉头微微一挑，眼神闪过一丝得意。第三天，齐军继续撤退。孙膑下令，今天只造3万人吃饭的炉灶。当庞涓追到第三天的营地，看着那稀稀拉拉只够3万人做饭的炉灶时，他忍不住仰天大笑。我早就知道齐国的士兵都是没卵蛋的懦夫，你们看看，才进入我们魏国境内3天，10万大军就逃跑了一大半，现在只剩下3万人了。骄傲轻敌，对孙膑的轻视，急于复仇的怒火，所有情绪在庞涓脑海里混合发酵，彻底烧光了他的理智。他觉得孙膑现在就是一条无路可逃的丧家之犬，不能让这孙子跑回齐国。庞涓下达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抛弃沉重的步兵主力，只带领最精锐的轻骑兵，日夜兼程，全速追击。庞涓以为自己是在追击猎物，但他不知道，他正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孙膑为他量身定做的屠宰场。孙膑坐在战车上，听着事后汇报庞涓脱离大部队轻装急进的消息。他那张被刺了字的脸上没有表情，他闭上眼睛，在脑海里默默计算着庞涓的行军速度。以庞涓现在的速度，今天傍晚时分，他们必然会到达一个地方。孙膑睁开眼，手指重重地点在地图上的一个峡谷。马陵，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史书记载，马陵道狭，而旁多阻碍，可伏兵。这里道路狭窄，两旁都是险峻的山包和密林，是一条天然的死亡甬道。孙膑提前率领大军来到了马陵，他环顾四周，下达了最后几道指令。他命人将道路两旁那些粗大的树木全部砍倒，横七竖八地堆在路中间作为路障，只留下一条仅容一匹马通过的缝隙。然后他走到道路旁边，挑选了一棵最大的树，他抽出短剑，亲手把这棵大树向着大路那一面的树皮刮得干干净净，露出了里面白色的树干。接着他让人拿来墨汁，在那块白色的树干上，孙膑用他那微微颤抖的手写下了6个大字。这6个字是他积压了10几年的仇恨，也是他对这位同门师兄最后的判决。书写完之后，孙膑后退2步，看了一眼这6个字，冷冷地转过身。他下令挑选了1万名射箭最准的齐国弩手，埋伏在道路两侧的山坡和树林里。孙膑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冰冷刺骨。今夜，只要看到下面那棵刮了皮的大树下有火光亮起，所有人不需要命令，万弩齐发，立刻射击。夜幕降临了，马陵道里安静的只剩下风吹树叶的沙沙声。1万名弩手屏住呼吸，手指扣在扳机上，眼睛死死盯着黑暗中那棵若隐若现的大树。深夜时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山谷的宁静。庞涓带着他的轻骑兵像一阵狂风一样冲进了马陵道。庞涓猛地勒住缰绳，因为前面的路被砍倒的树木彻底堵死了。就在这时，他借着微弱的月光，看到路边那棵极其显眼的被剥了皮露出白色树干的大树，树上好像还写着字。庞涓对身边的亲兵喊道：“点火把拿过来，我看看上面写的什么鬼画符。”火把点燃了，橘红色的火光在黑暗的峡谷中瞬间亮起，照亮了那棵大树，也照亮了庞涓那张布满灰尘和汗水的脸庞。庞涓凑近树干，火光下，那6个用浓墨写成的大字像6把钢刀直直地插进了他的眼睛。庞涓死于此树之下。那一瞬间，庞涓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看着这6个字，脑海中猛然闪过了10几年前在魏国相府的那个猪圈里那个装疯卖傻、满嘴粪便的师弟。他明白了一切，这不是捡造，这是诱杀。自己那点可怜的骄傲和小聪明，在孙膑那深不可测的算计面前，就像一个被戏耍的婴儿，他中计了。庞涓的这句惊呼还没来得及喊出口，山坡上的那1万名齐国弩手已经看到了树下的火光，那是孙膑设下的死亡坐标。放那声音，不是剑士划破空气的呼啸声，那是死神振翅的呼吸。1万支强弩带着齐国人复仇的怒火，从4面8方的黑暗中倾泻而下。那是一场没有任何死角的金属暴雨，树下的魏国轻骑兵连举起盾牌的机会都没有，瞬间就被射成了刺猬。惨叫声、战马的嘶鸣声在狭窄的山谷里混成了一团凄厉的绝响。庞涓身中数箭，他瘫倒在那棵刻着他名字的大树下，鲜血从他的铠甲缝隙里汩汩流出。他看着漫天飞舞的箭矢，听着周围士兵的惨叫，他知道自己完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庞涓没有求饶，他拔出腰间的佩剑，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出了一声充满不甘、嫉妒和无奈的长叹，遂成庶子之名。终究还是成全了那小子的名声啊！说完，庞涓挥剑自刎，他宁愿死在自己手里，也不愿成为那个被他挖去膝盖的师弟的俘虏。庞涓死了，他一死，后面被堵在马陵道里的10万魏军主力群龙无首瞬间崩溃，齐军冲下山坡，大开杀戒，魏军主力全军覆没，魏国的太子申也被齐军俘虏后被杀。马陵之战以齐国的完胜和魏国的惨败而告终。这场战役不仅是孙膑个人复仇的完美终局，更是战国初期地缘政治的一场超级大地震。那个在李从和吴起手里建立起来的不可一世的魏武卒，在桂陵和马陵的2次大放血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曾经让天下诸侯闻风丧胆的精锐老兵成建制地死在了战场上。魏国这个依靠武力横行中原几十年的第一霸主，被硬生生打断了脊梁骨，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元气。而齐国踩着魏国的尸体，一跃成为东方的新霸主。孙膑坐在战车上，看着马陵道里堆积如山的魏军尸体，看着那棵沾满了庞涓鲜血的大树，他大仇得报，名震天下。但他并没有回到齐国去享受荣华富贵。在写完那部流芳百世的《孙膑兵法》后，这位在战国舞台上留下最惊艳一笔的残疾军师，选择了飘然隐退，不知所踪。也许他觉得这个充满杀戮和算计的乱世实在太累了。但是孙膑虽然走了，战国的这台绞肉机却刚刚加满了油。就在魏国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在遥远的西方，那个曾经被魏武卒按在地上摩擦，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的秦国，迎来了一个衣衫褴褛、满嘴法家思想的狠人。他将把整个秦国改造成一台没有感情、只认人头和土地的恐怖机器。他将让整个天下在接下来200年里陷入一场永无宁日的梦魇。花开2朵，各表一枝。孙膑和庞涓在中原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咱们把视角往西切，看看那个曾经被魏国按在地上反复摩擦的秦国。当时的秦国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屈。魏国的吴起带着魏武卒把秦国打得连函谷关都不敢出。中原那些诸侯开会，根本不带秦国玩，直接在群里把秦国设置成了消息免打扰，说他们是跟戎狄一样的野蛮人。新上台的国君秦孝公是个极其要强，甚至有点疯狂的年轻人。他看着祖宗留下的这片烂摊子，干了一件极其屈辱但也极其提气的事儿。他向全天下发布了一道求贤令，这道求贤令里
秦孝公没有说任何冠冕堂皇的场面话，他直接把大秦的底裤扒下来给天下人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全天下都看不起我们秦国，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啊！最后撂下狠话，谁能出个奇招让秦国强大起来，我不仅给他大官做，我甚至愿意跟他平分这大秦的江山。这相当于一家快破产的边缘公司老板在朋友圈发誓，谁能带我上市，我分他一半股份。重赏之下必有猛汉。一个叫未央的落魄文人，带着当年李信编的那本法经，背着行囊从魏国跑到了秦国。他看着秦孝公那双充满渴望的眼睛，抛出了一套让人头皮发麻但绝对管用的绝地求生指南。商鞅的变法本质上是一场刮骨疗毒的外科手术，但在手术之前，他得先让秦国的老百姓和旧贵族们乖乖地躺在手术台上，闭上嘴。他先在国都南门搞了个喜目立信的表演，用50两黄金买到了老百姓对官府说话算数的信任，但这只是开胃菜，是对底层的洗脑。真正要命的是怎么震慑高层。变法动的是旧贵族的蛋糕，那些王亲国戚天天在朝堂上骂商鞅阻挠新法，商鞅正愁没借口杀人立威呢。正好秦孝公的儿子，也就是太子嬴驷触犯了新法，这下好了，天下人都看着商鞅。你不是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现在太子犯法了，你敢动他吗？商鞅走到秦孝公面前，冷冷地说：新法之所以推行不下去，就是因为上面的人带头不守法。太子是储君，不能杀，也不能用刑。旧贵族们松了一口气，结果商鞅接着说：但是子不教，师之过，太子的老师必须替他受罚。商鞅一挥手，下达了极其残忍的判决。他把太子的太傅公子虔的鼻子给割了，把太子的另一个老师公孙贾的脸上给刺了字。当那血淋淋的刀子割下王室宗亲的鼻子时，整个秦国朝野上下死一般的寂静。那些刚才还在唧唧歪歪的旧贵族吓得全尿了裤子，连太子的老师都被割了鼻子。这满朝文武还有谁是这疯子不敢动的？商鞅用2把行刀彻底让秦国人闭麦了。手术正式开始。商鞅给秦国设计的这套操作系统，核心逻辑只有2个字：耕与战。除了种地和打仗，秦国不允许存在任何其他职业。什么商人、学者、游侠，统统被定义为社会的蛀虫。而驱动这套系统疯狂运转的引擎，是商鞅发明的20等军功爵制。这套制度彻底颠覆了当时全人类的价值观。在其他国家，你想要当官发财，你得有个好爹，得有贵族血统。但商鞅的秦国不需要。商鞅告诉所有秦国人，哪怕你是个最底层的奴隶，看到对面的敌人了吗？那不是人，那是你逆天改命的钥匙。只要你在战场上砍下一颗敌军甲士的首级，你就能升一级爵位。国家立刻奖励你良田1顷，宅地9亩，甚至还能给你配一个奴隶去帮你种地。如果你砍了2颗脑袋，如果你的爵位蹭蹭往上涨，你的房子和地就会越来越多。大家仔细品品这套制度的恐怖之处。别国士兵上战场，那是为君主打仗，是被逼的，打赢了也是国军的荣耀，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但秦国人上战场，那是在为自己抢房子、抢地、抢老婆啊！在这种极其赤裸、极其暴力的物质刺激下，秦国人的眼神变了。《韩非子》里记载了秦军上战场的可怕景象：秦人闻战，顿足屠蹲，左切人头，右胁生虏。秦国士兵一听说要打仗，就像饿狼闻到了血腥味。到了战场上，他们嫌沉，竟然把头盔和重甲全都脱了，光着膀子提着剑就往敌阵里冲。他们杀红了眼，左手提着人头，
右手抓着俘虏，像疯狗一样追着敌人咬。在山东六国看来，这哪里是军队，简直就是一群不要命的死神。这套军功爵制把人性中最原始的贪婪和暴力完美地转化成了国家的战争动能。大秦帝国变成了一台极其高效、永不疲倦的绞肉机，光有胡萝卜不行，还得有大棒。商鞅为了保证这台机器不出故障，把整个秦国社会编织成了一张让人窒息的天罗地网，这就是神武连做法。他把全国老百姓以5家为一伍，10家为一时进行编组，规定1家犯法，9家必须立刻举报。如果不举报，一旦查出来，这10家人全部腰斩。如果举报了，不仅免罪，还能得到和战场上砍人头一样的奖励。你可以想象一下，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是什么感觉？你的邻居不再是你的朋友，而是时刻盯着你的监控探头。你今天晚上在家里多吃了一口粮，多说了一句对朝廷不满的话，明天早上你的邻居就可能为了那一请地把你举报给官府。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被这种残酷的法律彻底摧毁了。整个秦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监狱，也是一个效率极高的兵工厂。所有人都在互相监视中拼命地种地，拼命地磨刀，拼命地渴望着下一次战争的到来。商鞅在秦国干了20年，这20年里，秦国国库丰盈，军队战无不胜。他们不仅收复了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还把魏国打得迁都避其锋芒。秦国从一个被看不起的西部蛮夷，一跃成为让中原诸侯谈之色变的虎狼之国。但是商鞅的变法得罪了太多人，他废除了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他割了太傅的鼻子，他把全秦国人都逼成了没有感情的螺丝钉。公元前338年，那个全力支持他的秦孝公去世了，继位的正是当年被他割了老帅鼻子的那位太子秦惠文王嬴驷。旧贵族们像闻到血腥味的苍蝇一样围了上来，指控商鞅谋反。商鞅被迫逃亡，当他逃到边关想住一家客栈的时候，客栈老板告诉他，对不起，商君定下的法律，没有凭证不能住店，否则我要被连坐杀头。商鞅仰天长叹，嗟乎违法之弊，医治此灾，我自己制定的法律竟然把我逼到了这个地步。这就是典型的做法自毙。最终商鞅在自己的封地兵败被杀。为了平息旧贵族的怒火，秦惠文王下令将商鞅的尸体在咸阳的闹市口车裂，并灭其全族。商鞅死了，死得惨不忍睹，他成了这场变法中最血腥的一件祭品。但是秦惠文王看着商鞅那被撕碎的尸体，嘴角却露出了一丝冷笑。他杀了商鞅的人，但他一字未改商鞅的法。作为新一代的君主，他太清楚这套法律有多好用了。这套法律把秦国变成了一个完美的独裁工具，让他拥有了横扫天下的底气。商鞅虽然被车裂了，但他留下的那台秦国绞肉机却在秦惠文王的手里开足了马力。秦军像一群不知疲倦的狼，今天咬魏国一口，明天啃韩国一块，把东方6国打得鼻青脸肿，闻琴色变。6国慌了，单打独斗，谁也干不过这群光着膀子抢人头的关西大汉。在冷兵器时代，当武力值出现严重代差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寻求另一种力量的庇护嘴遁。没错，在战国中期诞生了一个极其奇葩也极其璀璨的职业圈子——纵横家。这帮人不带一兵一卒，全凭3寸不烂之舌，就能把天下的君王忽悠得团团转，就能让100万大军灰飞烟灭，或者让濒死的国家起死回生。他们是战国大逃杀里的节奏大师，而这个圈子里最顶级的2个王者，就是一对相爱相杀的师兄弟，苏秦与张仪。咱们先来说说师兄苏秦。
苏秦是东周洛阳人，这地方本来是天子脚下，但到了战国，周天子穷得快要去要饭了，所以洛阳人大多做点小买卖。苏秦不想做买卖，他想当官。他年轻的时候背着家里凑的盘缠去秦国找工作，想给秦王出谋划策。结果秦王当时刚杀了商鞅，对这些外来客不感兴趣。苏秦碰了一鼻子灰，钱花光了，衣服也破了，只能像个叫花子一样灰溜溜地回到洛阳老家。在战国这个势利的社会，一个穷光蛋的归来注定是一场灾难。苏秦回到家，他老婆坐在织布机前看都没看他一眼。他想吃饭，他嫂子翻了个白眼说没柴火，连饭都不给他做。连他亲爹亲妈都觉得他是个不务正业的败家子，天天在背地里骂他。这就是人间真实，没钱没权，你在家里连条狗都不如。苏秦没有发火，他在这种极致的冷暴力中咬着牙把心彻底掏黑了。他把自己关在柴房里，翻出了一本姜子牙传下来的兵书音符。他开始拼了命的读书，困了想睡觉怎么办？他找来一把锋利的锥子，只要眼睛一闭，他就拿起锥子狠狠地扎进自己的大腿里，鲜血流出来，剧痛让他清醒。这就是千古流传的锥刺股。这哪是在读书，这分明是在用自己的血喂养心里那头渴望权力的野兽。1年后，苏秦出关了，他摸透了这个世界的底牌。六国怕秦，这就是他最大的资本。苏秦再次出发，这次他不找秦国了，他去游说那6个被秦国打怕了的倒霉蛋。他的战略叫合纵，简单来说，就是把燕、赵、韩、魏、齐、楚这6个国家像穿糖葫芦一样从北到南串起来，大家签个互保协议，秦国打谁，其他5国必须一起上，6个打1个，还怕他个鸟。苏秦先去了燕国忽悠燕王，然后去了赵国忽悠赵王。他的话术极其高明，永远是先戳痛点，再画大饼。他对韩王说，韩国那么多精兵强将，你却要去给秦国当小弟，这叫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多丢人啊！就靠着这张嘴，苏秦在6个国家的朝堂上左右逢源。6国国君一听这办法好，大家抱团取暖，安全感瞬间拉满。于是公元前333年，一个奇迹诞生了。苏秦这个当年连饭都吃不上的穷酸书生，竟然同时佩戴了燕、赵、韩、魏、齐、楚6个国家的相印，他成了一个凌驾于6国国君之上的史无前例的超级 CEO。他带着6国签订的盟书，威风凛凛地回到了洛阳。苏秦回家的阵仗那叫一个排场。史书记载，从车骑辎重，拟于诸侯，跟着他的车队像诸侯出行一样庞大。周天子听说苏秦回来了，吓得赶紧派人清扫街道，到郊外去迎接。而苏秦的家人呢？他父母拄着拐杖在30里外就等着，他老婆不敢正眼看他，只敢侧着耳朵听他说话。最滑稽的是他那个嫂子，当年连饭都不给他做的嫂子，此刻吓得趴在地上，像蛇一样匍匐着爬到苏秦面前，连连磕头。苏秦坐在车上，看着这幅可笑的画面，冷冷地问了一句：嫂子啊，你当年对我那么傲慢，今天怎么又这么恭敬了？嫂子趴在地上，脸贴着泥土，说出了一句大实话：以继子之位，尊而多金。因为你现在官当的大，钱又多啊。这句话简直就是整个战国时代的墓志铭。什么亲情，什么伦理，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全都是狗屁。苏秦听完长叹一声，一个人穷的时候，连父母都不把他当儿子，等他富贵了，亲戚朋友都怕他。人生在世，这权势和财富怎么能不拼命去争呢？苏秦赢了，
他用合纵的锁链把秦国死死地锁在了函谷关内，整整15年不敢出兵。但是这根锁链毕竟是用利益绑起来的，只要是利益，就能被更大的利益砸碎。那个负责砸碎这根锁链的人，也就是苏秦的师弟张仪，已经提着秦国的钱袋子，微笑着走上了牌桌。如果说苏秦是搞传销的，靠画大饼把6国忽悠到了一起，那么张仪就是个顶级的诈骗犯，专门负责拆台。张仪到了秦国，得到了秦惠文王的重用，他给秦王出的主意叫连横，意思就是6国不是南北合纵吗？那咱们秦国就东西连横，逐个击破。今天拉拢这个打那个，明天拉拢那个打这个，只要他们互相猜忌，这联盟就不攻自破。而在6国之中，秦国最忌惮的是南方的楚国和东方的齐国。当时齐楚结盟，实力非常强大，就像2座大山挡在秦国面前。秦王对张仪说，只要你能把齐楚联盟拆了，你要什么我给什么。张仪微微一笑，大王放心，看臣的。一场中国外交史上最无耻但也最经典的诈骗大戏，在楚国首都郢都上演了。张仪带着厚礼来到楚国，当时的楚国国君是楚怀王。这位楚怀王是个什么人呢？他有点小聪明，但极度贪婪。他想当霸主，但目光短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又菜又爱玩的半吊子。张仪见到楚怀王，二话不说，直接抛出了一个让楚国满朝文武都咽口水的超级诱饵。大王，我们秦王说了，他特别讨厌齐国，只要楚国愿意跟齐国断交，秦国愿意把商任之地600里白白送给楚国，并和楚国结为兄弟之邦。商任之地，那是一块极其肥沃、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土地，楚国做梦都想得到它。现在只要说一句不跟齐国玩了，就能白得600里地。楚怀王一听，眼睛都绿了。这天底下还有这种好事？朝堂上的大臣们也全都激动坏了，纷纷向楚怀王道贺。只有一个人保持了清醒，他叫陈唐。陈唐对楚怀王说，大王千万别信，秦国之所以看重我们，是因为我们有齐国这个盟友。如果我们和齐国断交，我们就孤立无援了，到时候秦国不仅不会给地，还会来打我们。张仪这是在骗我们啊！但是已经被600里土地砸晕了的楚怀王哪里听得进去？他大骂陈：你给我闭嘴！老子白得600里地，你还在这乌鸦嘴，滚出去！为了表示诚意，楚怀王干了一件极其脑残的事。他不仅立刻宣布和齐国断交，还专门派了个使者跑到齐国国君面前，把齐王臭骂了一顿，这叫投名状。齐王气疯了，好你个楚怀王，背信弃义！既然你不仁，别怪我不义。齐王转头就派使者去了秦国。秦王，楚国不是东西，咱们结盟吧，一起打楚国。你看，张仪还没怎么出力，齐楚联盟就已经彻底稀碎，甚至变成了仇人。楚怀王觉得自己事情办得很漂亮，于是派了一名将军跟着张仪回秦国，准备接收那600里土地。张仪带着楚国将军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秦国首都咸阳。到了咸阳，好戏开始了。张仪在下车的时候，突然哎呦一声，假装摔了一跤。哎呀，我这腿摔断了，不能上朝了，我要回家养伤。张仪这一养伤就是3个月。楚国将军在驿馆里等的花儿都谢了，连张仪的面都见不着，更别提要地了。消息传回楚国，楚怀王急了，但他这时候的脑回路真是奇葩到了极点。他觉得张仪之所以不给地，肯定是因为我骂齐国骂得还不够狠，秦国觉得我诚意不足。于是楚怀王又派了一个叫勇士的人跑到齐国，把齐王祖宗18代又给骂了一遍。齐王这次是真忍不了了，
直接跟秦国签了死契，铁了心要干楚国。张仪在家里养了3个月，情报网天天向他汇报齐楚两国的动静。当他确认齐国和楚国已经彻底决裂，齐国已经倒向秦国的时候，张仪的腿奇迹般的好了。他溜溜达达的上了朝，正好在朝堂上偶遇了那个苦等了3月的楚国将军。张仪装出一脸惊讶的样子：“哎呀，将军怎么还在这儿啊？还不赶紧去接收土地？”楚国将军激动得快要哭了：“相国大人，您终于病好了，大王派我来接收商岸的600里地呀！”张仪接下来的这句话，简直把不要脸发挥到了人类的极限。他瞪着无辜的大眼睛，一脸疑惑地说：“什么600里？你听错了吧？我是秦国的臣子，秦国的土地都是大王的，我怎么敢随便送人？我当时说的是把我个人的封地送给楚王6里地，听明白了吗？6里。”楚国将军如同五雷轰顶，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这就好比你答应给我一套北京2环里的4合院，让我把老婆离了，等我离了婚来找你，你塞给我一个厕所，说你当时听错了。这不叫不要脸，这叫把人的智商按在地上反复摩擦。楚国将军连滚带爬地跑回楚国，把张仪的话报告给了楚怀王。楚怀王听到6里这2个字的时候，整个大脑都宕机了。愤怒，一种被当成猴子耍了之后的极致耻辱和愤怒，瞬间烧毁了这位君王的所有理智。张仪老贼，欺人太甚！楚怀王拔出佩剑，把桌子砍成了2半。陈侃又跑出来劝：“大王，既然已经被骗了，现在千万不能打秦国啊！现在齐国已经和秦国结盟了，咱们一打就是腹背受敌，不如咱们顺水推舟，把几座城池送给秦国，和秦国结盟，一起去打齐国，这样还能把损失补回来。”陈谈的话是当时楚国唯一理性的声音，但在那种被极度羞辱的情绪下，谁还听得进理智的声音？楚怀王怒吼：“不打秦国，我誓不为人！”发兵全军出击，给我把张仪那老贼抓回来剁碎了。公元前312年，失去理智的楚怀王倾全国之兵，悍然发动了对秦国的报复性战争。但战争不是靠愤怒就能赢的。楚军在丹阳和秦军主力相遇，秦军早就做好了准备，而且齐国也派兵从背后捅了楚国一刀。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惨败。丹阳之战，楚国大败，8万精锐被秦军斩首，屈盖等70多名高级将领被俘虏。秦国不仅没给600里地，反而趁机夺取了楚国的汉中之地600里。楚怀王不甘心，又集结了最后兵力，在蓝田和秦军进行决战，结果再次大败楚国。这个曾经在春秋时期问鼎中原和晋国争霸了上百年的南方超级巨兽，就在楚怀王这一连串贪婪、愚蠢和情绪失控的骚操作下，被张仪的一个谎言生生骗走了半条命，精锐尽失，国力大损，从此彻底退出了战国第一梯队的争霸舞台。而苏秦当年辛辛苦苦用唾沫星子串起来的合纵联盟，也在张仪的连横和金钱利益的腐蚀下分崩离析。东方6国再也无法形成统一的战线，函谷关的大门缓缓打开了。随着楚国在丹阳和蓝田被打得满地找牙，齐国被越狱的5国联军差点灭国，魏国早就被打断了脊梁，韩国一直是个打酱油的。中原的棋盘上，曾经风光无限的几个大国，一个个都变成了秦国案板上的肉。秦国人站在函谷关上往东看，颇有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寂寞。难道这天下就没有一个能打得了吗？有，在北方的黄土高原上，那个当年和韩魏一起分晋的赵国，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而且他是带着一股野兽般的凶狠和超越时代的军事科技，硬生生把自己变成了一块秦国啃不动的钛合金钢板。
这一切都归功于一个男人，一个兼具了战神气质和疯狂赌徒性格的君主，他就是赵武灵王。在讲赵武灵王发威之前，咱们得先看看赵国以前过的是什么苦日子。赵国的地理位置甚至比当年的魏国还要尴尬。魏国好歹是被中原诸侯包围，而赵国呢，他直接跟北方的游牧民族接壤。他北边是临湖、楼烦，中间还像钉子一样扎着一个中山国。这些游牧民族骑着马像风一样来去自如，抢了东西就跑。赵国人穿着宽袍大袖，赶着笨重的战车在后面吃一嘴灰，根本追不上。赵国天天被这帮游牧部落压制，边境老百姓连个安稳觉都睡不成。赵武灵王本名赵雍，他是个极度骄傲、极度要强的人。他看着自己国家被一帮穿兽皮的游牧部落欺负，心里那股怒火能把邯郸城给烧了。他暗暗发誓，如果我不能改变这个国家，我就不配当赵国的君主。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做出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石破天惊的决定。他召集满朝文武，说出了那4个足以震碎当时所有中原知识分子观念的字：胡服骑射。胡服就是胡人的衣服，短衣、紧口裤；皮靴。骑射就是放弃传统的马拉战车，士兵直接骑在马背上，边跑边射箭。这话一出，赵国的朝堂一片哗然。在当时的观念里，中原人穿宽袍大袖，这叫礼仪之邦。你现在让我们脱了长袍，穿上紧身裤和皮靴，这叫什么？这叫数典忘祖，这叫化夏为夷。这就像今天让一群穿着高定西装的董事局高管突然换上紧身的运动服去上班一样，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冲击和文化挑战。阻力最大的是谁？是赵武灵王的叔叔，宗室大佬公子成。公子成甚至干脆称病不上朝，用行动抗议这种不合礼法的做法。但赵武灵王是个什么样的狠人？他是个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拘一格的实用主义者。他没有杀人，也没有硬来，他亲自脱下了华丽的君王朝服，穿上了一套粗糙的胡服，腰里系着皮带，脚上蹬着马靴。他不仅自己穿，还跑到公子成家里，苦口婆心地劝他：叔叔啊，咱们天天穿着大长袍子是挺好看，是符合礼仪。可是当临湖和楼烦的骑兵打过来的时候，你的长袍子能挡住他们的箭吗？当你被追击的时候，你那长长的下摆只会把你绊倒，衣服不过是用来御寒和方便活动的工具。为了国家的存亡，咱们变一变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有放下傲慢，学习敌人的长处，咱们才能打败敌人。在赵武灵王的软硬兼施下，公子成终于妥协了，带头穿上了胡服。这下子赵国上下没人敢说话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军事制服改革在赵国全面铺开。衣服换了，接下来就是练兵。赵武灵王在北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训练基地，专门训练骑兵。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军事革命。在战国早期和中期，各国的野战主力依然是战车。战车威力大，但对地形要求极高，而且机动性很差，转个弯都费劲。而赵国现在打造的是一支全员骑马、手持弓弩的骑兵部队。这群穿上紧身衣的赵国男儿本来就民风彪悍，现在他们扔掉了笨重的战车，跨上了骏马。他们像狼群一样在黄土高原和草原上飞驰，他们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可怕的机动性和远程打击能力。几年后，这支大赵铁骑变成了赵武灵王露出的獠牙。他带着这支全新的军队，像一阵黑色的狂风横扫了北方。曾经欺负赵国的临湖、楼烦被打得丢盔弃甲，乖乖献出优质的战马。那个像钉子一样扎在赵国腹地的中山国
被赵武灵王干净利落地彻底灭掉。赵国的版图向北扩展了千里，一直打到了今天的内蒙古阴山一带，设立了云中、雁门、代郡。赵国从一个四面漏风的二流国家，一跃成为唯一一个能在野战中与强大的秦军掰手腕的超级大国。赵军的战斗力在那一刻甚至超越了曾经的魏武卒。如果赵武灵王只是个军事家，那他还不足以被称为战国最猛的男人。这哥们儿骨子里还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孤胆特种兵气质。在搞定了北方之后，赵武灵王的目光投向了西边那个最大的敌人秦国。当时秦国由秦昭襄王统治，国力极强，函谷关固若金汤，东方六国打函谷关打了上百年都没打进去。赵武灵王看着地图，脑子里冒出了一个疯狂的大迂回战略。我不打函谷关，我带着我的大赵铁骑，从刚刚打下来的北方草原直接绕过函谷关，从北面翻过黄土高原，像一把尖刀一样从天而降，直插秦国的老巢咸阳。这个计划即使放在二战时期都是极其大胆的战略穿插，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赵武灵王觉得自己必须亲自去秦国，看看沿途的地形，更重要的是去看看那个传说中的秦昭襄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战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一国之君竟然假扮成使团里的一个下级官员，深入敌国的心脏去当卧底。这事儿要是有半点闪失，赵国直接就崩盘了。但赵武灵王就是敢干，他剃去了胡须，换上了普通使节的衣服，跟着赵国的正式使臣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秦国的首都咸阳。在秦国的朝堂上，秦昭襄王接见了赵国使团，赵武灵王就混在随员中间。他低着头，那双如同鹰隼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坐在王座上的秦王。他在观察秦王的相貌举止，分析这个男人的性格和弱点。他甚至亲自走遍了咸阳周边的山川地形，把每一条可以前行的小路都记在了脑子里。几天后，任务完成，赵国使团离开咸阳。但是就在使团刚走没多久，秦昭襄王突然觉得不对劲。他回忆起那天朝堂上的情景，那个赵国使团里有一个下属，长得太雄伟了，气度非凡，眼神里有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霸气，根本不像个普通的官员。不好，那个人是赵武灵王，快给我追！秦昭襄王惊出一身冷汗，立刻派出精锐骑兵连夜追赶。可是已经晚了，秦国骑兵追到函谷关时，赵武灵王早已经换上了快马，飞奔出了秦国的国境。他留给秦国人的只有一阵飞扬的尘土和一个潇洒的背影。秦昭襄王听到汇报，瘫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知道秦国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其可怕的对手，如果这个男人不死，大秦帝国的东出大业恐怕就要无限期搁置了。赵武灵王回到赵国，他意气风发，准备实施他那个疯狂的直捣咸阳计划。当时的赵国兵强马壮，君主英明，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完美。但是历史就是这么充满了戏剧性，能打败一个无敌英雄的，往往不是外部的强敌，而是他自己内部的愚蠢。赵武灵王在军事上是神，但在处理家务事上，他却连个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他非常宠爱一个妃子，叫吴娃。吴娃临死前哭着求他，大王，我死后，您能不能把我的儿子赵和立为太子？赵武灵王一向铁石心肠，但在这个深爱的女人面前，他的心软了，他答应了。可是赵国明明已经有了太子啊！他的长子赵章是个非常勇猛、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年轻人，为了兑现对死去女人的承诺，赵武灵王干出了一件极其荒唐的事，废长立幼。他废了赵章，立了年幼的赵和为太子。这还不算完，
为了全心全意去搞军事，去打秦国，赵武灵王在自己正值壮年，40多岁的时候，竟然选择了提前退休。他把王位传给了小儿子赵和，他给自己发明了一个新头衔叫主父。他想的是，儿子管内政，我管军事，我带着赵国铁骑去打天下，咱们父子俩配合，天下无敌。这算盘打得挺响，但他忘了，人性中权力是排他的，更是毒人的。当你把王位交出去的那一刻，你就已经不再是那个一言九鼎的神了。退位后的主父赵武灵王，看着大儿子赵章被废后郁郁寡欢，甚至要在自己的弟弟面前下跪称臣，他那颗老父亲的心又开始作痛了。我是不是对老大太残忍了？于是他脑子里又冒出了一个极其要命、极其幼稚的想法，要不我把赵国分成2半，让大儿子在代郡称王，小儿子在邯郸称王，2个儿子都是王，不就公平了吗？天无2日，国无2主。一个久经沙场的政治家，竟然能想出这种如同过家家一般的分家方案。这个愚蠢的念头直接点燃了赵国王室内部的炸药桶。大王子赵章一听，老爹有这个意思，野心瞬间被点燃了。他不想只分一半，他想把弟弟杀了，把整个赵国抢回来。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带着2个儿子去一个叫沙丘的地方游玩。沙丘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帝王百慕大。几十年后，那个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也是在这个地方暴毙的。一天夜里，长子赵章发动了兵变，带兵去杀弟弟赵惠文王。但是赵惠文王手下的2个权臣公子成和李兑早就做好了准备，他们不仅击溃了赵章的叛军，还带兵包围了赵章的住所。赵章兵败，走投无路，逃进了父亲赵武灵王住的行宫里，哭着求父亲救命。赵武灵王看着满身是血的大儿子，心一软，就把他藏在了自己宫里。这就坏了大事了。公子成和李兑带着大军直接把赵武灵王的行宫沙丘宫给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冲进宫，当着赵武灵王的面把赵章给杀了。杀完之后，公子成和李兑2人对视了一眼，冷汗都下来了。咱们当着主父的面杀了他大儿子，主父是个什么脾气？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战神啊！等他回过神来，回到邯郸，咱们俩还有命活吗？一不做，二不休。2人做出了一个极其残忍，也极其大逆不道的决定。他们没有杀赵武灵王，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弑君杀父。但他们下令包围沙丘宫，不许任何人进出，违令者灭族。同时，他们把宫里所有的宫女太监全都赶了出来。偌大的一座沙丘宫，只剩下赵武灵王一个人，一代霸主就这样被自己的臣子囚禁在了自己的寝宫里。起初几天，赵武灵王还在大骂，还在命令外面的士兵放他出去，但没人理他。那扇大门就像焊死了一样，纹丝不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骂声变成了哀求，因为宫里没有吃的了。不仅没有吃的，连水都被切断了。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那个曾经穿着胡服在草原上纵马驰骋，打得临湖楼烦、闻风丧胆的战神，那个曾经胆大包天亲自潜入秦国咸阳去摸底的孤胆英雄，那个把赵国从一个2流弱国一手拉扯成超级军事大国的缔造者，此刻正像一个乞丐一样，在空荡荡的宫殿里到处寻找哪怕一丁点可以吃的东西。他饿啊，极度的饥饿让他失去了所有的尊严。史书记载，主父探雀飞而食之。他为了活下去，竟然去掏宫殿屋檐上的鸟窝，吃里面还没长毛的雏鸟。鸟儿吃光了，他就去抓老鼠，老鼠抓光了，他就只能啃宫殿里的树皮，吃地上的泥土。这种非人的折磨持续了整整3个月。一代雄主在这座死寂的宫殿里
被饥饿一点一点地抽干了生命。他躺在冰冷的地上，也许他会想起当年在草原上吃过的烤羊肉，也许他那双绝望的眼睛里还倒映着他那个未尽的全图直捣咸阳的宏伟梦想。3个月后，龚自成和李队估计里面的人肯定死透了，这才让人打开了沙丘宫的大门。他们看到的是一具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头、形状极其凄惨的干尸。那个曾经让整个战国为之颤抖的男人，就这样活活的、屈辱的饿死在了自己家里。赵武灵王死了，死于他对人性的无知，死于他在政治上的极度幼稚。他像一颗流星，短暂地照亮了赵国的天空，然后以一种最荒诞的方式坠落进了无边的黑暗。但是他虽然死了，留给赵国的那份军事遗产，那支身经百战的赵国铁骑，那套超越时代的胡服骑射体系，却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这支军队将成为山东6国最后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赵武灵王把自己活活饿死在了沙丘宫，而远在西边的秦国正在秦昭襄王的带领下稳扎稳打的一点点蚕食天下。眼看着秦赵两强争霸的格局就要形成，东方的老牌大国齐国却突然跳出来，给自己加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悲剧大戏。这场大戏不仅把齐国自己折腾了个半死，更是彻底改变了战国后期的战略天平。齐国的这位国君叫齐闵王，这哥们儿堪称战国时期骄横界的顶峰。他接手齐国的时候，齐国确实很强，东方最富庶的土地，稷下学宫里汇聚了天下最聪明的大脑。齐闵王觉得自己太出色了，出色到什么程度呢？他甚至觉得王这个称号都不足以匹配他的身份了。公元前288年，齐闵王和秦昭襄王相约一起把称号升级一下，秦国在西边称西地，齐国在东边称东地。这简直是要把周天子的最后底裤都给扒了，直接向天下宣告，这世界以后就是咱们俩的了。虽然后来在谋士劝说下，齐闵王取消了帝号，但这股狂傲之气已经收不住了。他开始四处征伐，南边他去打楚国，西边他去打三晋。最要命的是，他盯上了那个又富又弱的宋国。宋国这块肥肉，天下诸侯都眼馋，但谁也不敢去吃。为什么？因为宋国地处中原核心，你谁去吃，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但齐闵王不管那个，他派兵3下5除2，直接把宋国给灭了。这一下天下震动，秦国、赵国、魏国、楚国全都不满了。好你个齐国，大家都在偷偷摸摸发育，你竟然敢明目张胆地吞并一个大国，你这是想一家独大啊！齐闵王犯了和当年魏国一样的错误。当一个强国开始无底线地吃独食时，他就会变成所有对手的公敌。而在所有对齐国敌视的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对齐国的恨是深入骨髓的，那就是北边的燕国。多年前，齐国曾经趁着燕国内乱，派兵打进燕国，差点把燕国给灭了，还杀死了燕王。现在的燕国国君是燕昭王，他继位后每天睡觉都枕着兵器，做梦都在想怎么复仇。为了招揽人才，他筑起了著名的黄金台，把金银财宝堆在上面，面向天下人招手，只要谁能帮我灭了齐国，这些钱全拿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个叫乐毅的顶级军事家来到了燕国。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乐毅拿着燕国的帅印，并不是直接去打齐国，他太聪明了，他知道单凭燕国的实力干不过齐国。他拿着齐闵王灭宋惹怒大家的事由，跑去游说其他国家。齐国太嚣张了，大家一起上，击败他，瓜分他的地盘。秦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5国联军浩浩荡荡地杀向了齐国。
齐闵王这时候还在做着东帝的美梦，一听说五国联军来了，竟然还不以为然，派主力去迎战。结果在绩溪之战中，齐军主力被乐毅指挥的五国联军打得全军覆没。主力一灭，齐国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胖子，任人宰割。其他4国一看齐军主力没了，抢了点地盘和财宝，就纷纷撤军了，因为他们不想帮燕国把齐国彻底灭了，那样燕国就太强大了。但乐毅没退，他带着燕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杀进了齐国境内。齐国的城池一座接一座的投降，短短半年时间，齐国70多座城池全部被燕军占领，就连繁华无比的齐国都城临淄也被乐毅攻破。齐国几百年来积累的金银财宝、宗庙礼器被一车一车地拉回了燕国。齐闵王仓皇逃跑，他逃到魏国，嫌人家招待不周摆架子；逃到鲁国，人家国君好心收留，他竟然还要人家给他行君臣大礼，结果被赶了出来。最后他逃到了齐国仅剩的2座孤城之一的 L 城。楚国听说齐国快亡了，派了一个叫闹齿的将军打着救齐的旗号来了。齐闵王以为救星来了，竟然封闹齿为齐国相国。但闹齿是个什么人？他是个比虎狼还狠的军阀。他看到齐闵王落魄成这样，还天天傲慢无礼，心里的火就压不住了。有一天，闹齿把齐闵王抓了起来，他没有直接杀他，他用一种极其残忍的刑罚处决了这位曾经自称东帝的君主。史书记载，闹齿命人抽其筋，悬之梁。他把齐闵王的筋硬生生抽了出来，然后把这位君王像悬挂牺牲一样吊在了宗庙的房梁上。齐闵王在极度的痛苦中哀嚎了2天2夜，才凄惨地死去。一个骄横到极点的君主，最终以一种最凄厉的方式为他的狂妄买了单。此时的齐国简直比亡国还要惨，70多座城没了，国君被吊死了，只剩下夷和即墨这2座孤城还在苦苦支撑。而在即墨城里，所有守城将领都战死了，城里的百姓和残兵败将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原本根本排不上号的小人物被历史推到了聚光灯下，他叫田丹。田丹是齐国田氏宗室的远房亲戚，他在起兵前只是一个管市场的小吏，相当于现在的城管大队长，但他脑子活，懂变通。燕军打过来的时候，别人逃跑都是带着大车小辆，结果车轴太长，挤在城门口出不去，被燕军追上全杀了。田丹呢，他让家里人把车轴的2端锯断，包上铁皮，结果他的车在逃难大军中畅通无阻，安全逃到了即墨。即墨人一看，这哥们儿聪明啊，现在当官的都死了，就让他来指挥吧。于是一个城管大队长成了齐国最后的救命稻草。田丹接手即墨的时候，面对的是城外强大的燕军。虽然乐毅围了很久没打下来，但城里的粮草已经快耗尽了，硬拼肯定不行，只能智取。田丹敏锐地察觉到了燕国那边的人事变动，那位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燕昭王死了，新上台的燕惠王以前做太子的时候就与乐毅有矛盾。田丹立刻派间谍去燕国散布谣言，乐毅为什么围着即墨不打？因为他想在齐国收买人心，他想自己当齐王。燕惠王本来就对乐毅不放心，一听这话立刻中计，他派了一个叫齐节的平庸将军去前线替换了乐毅。乐毅一看情况不对，知道回国也是死，干脆逃到了赵国。最可怕的敌人走了，田丹松了一口气，但他没有急着反攻，他还要对城外的燕军进行一系列极其高明的心理攻势。他故意对城外散布消息，我们即墨人最怕的就是燕军把我们城外的祖坟给刨了，把我们的俘虏给割了鼻子，那样我们就彻底绝望了。
那个无能将军齐节一听，真的照做了。燕军在城外大肆挖掘齐国人的祖坟，把抓到的齐国士兵割掉鼻子在阵前示众。田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即墨城内的齐国人站在城头上，看着祖宗被暴尸，看着同胞被残害，恐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想要生干其肉的滔天恨意，杀敌报仇。全城居民士气爆棚。时机成熟了，田丹开始准备他那场震惊千古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反击战。他命人在城里搜集了1000多头牛，他在这些牛身上披上画着大红大绿，如同蛟龙般狰狞图案的五彩布，在牛的2只犄角上绑上锋利无比的尖刀，在牛的尾巴上绑上一大捆浸透了油脂的芦苇。随后，田丹挑选了5000名最强壮、最不要命的敢死队士兵，他们画着大花脸，手里拿着武器，静静地等在城门后。为了麻痹敌人，田丹还在白天派人去燕军大营送上金银财宝，假装说明天一早就开城投降。燕军一听，乐疯了。晚上大家敞开了喝酒庆祝，连个站岗的都没有。夜深人静，月黑风高。田丹下令在即墨城的城墙上偷偷凿开几10个洞，把那头牛赶到洞口，点火，随着一声令下，士兵们点燃了绑在牛尾巴上的芦苇，油脂燃烧，烈火瞬间吞噬了牛的尾巴。试想一下那个画面，1000多头牛，尾巴上烧着熊熊烈火，那种剧痛让他们彻底陷入了疯狂。他们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叫声，顺着城墙上的洞口，像1000多颗燃烧的导弹，朝着城外燕军的大营狂奔而去。这叫火牛阵。正在睡梦中的燕军被惊醒了，他们揉着眼睛跑出帐篷，看到的是一副如同世界末日般的恐怖景象。无数头画着奇怪图案的喷火怪兽在夜色中咆哮着冲过来。燕军士兵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们以为是齐国人召唤出来的妖魔鬼怪。火牛冲进燕军大营，见人就撞，牛角上的尖刀瞬间把燕军士兵开膛破肚，牛尾巴上的火焰点燃了燕军的帐篷和粮草，整个燕军大营瞬间变成一片火海。紧接着，田丹的5000名敢死队跟在火牛后面杀了出来。城墙上，全城的老百姓拿着铜盆铁锅拼命敲打，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为敢死队助威。火光、怪兽、喊杀声，燕军彻底崩溃了，他们连武器都顾不上拿，互相践踏，四散奔逃。那个不可一世的平庸将军齐节，在乱军之中被齐国士兵乱刀砍死。田丹乘胜追击，齐国人被压抑了5年的怒火在这一刻全面爆发，他们像疯子一样追杀燕军，所到之处，那些被占领的城池纷纷起兵响应。仅仅几个月时间，田丹带着这支复仇大军，把燕国人彻底赶出了齐国国境，连丢的70多座城池全部收复。田丹，这个曾经的市场管理员，凭借一己之力，用一场近乎神迹的火牛阵，硬生生把齐国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齐国复国了，田丹把在伊城躲避的齐襄王迎回了都城临淄。但是这场浩劫虽然结束了，他在齐国身上留下的创伤却是永远无法愈合的。齐国的精锐大军在济西之战中死绝了，齐国几百年积累的财富被燕国人抢光了，齐国人的心气被那5年的亡国奴生活彻底打散了。虽然国家还在，但齐国的脊梁骨已经被打断了。从齐王建开始，齐国确立了一项极其保守的基本国策：闭关锁国，谁也不惹，你们打你们的，我过我的日子。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无论秦国怎么欺负其他国家，无论其他国家怎么来求救，齐国就像一只缩头乌龟一样，死死地躲在山东半岛，绝不出兵，绝不参与中原的任何纷争。
齐国这个曾经的东方霸主，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以这种极其憋屈的方式彻底退出了争霸的擂台。眼看着秦国这头西边的魔兽越来越大，东方六国那种国家机器层面的抵抗似乎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当国家靠不住的时候怎么办？战国时代给出了一种极其特殊的也极其江湖气的解决方案，贵族自己花钱养私兵幕僚，这就是战国后期非常著名的养士风潮。什么叫士？在春秋的时候，士还是个正经阶层，是最低一级的贵族。但到了战国末期，礼崩乐坏这个词被无限泛化了。只要你有一技之长，不管你是会治国理政，会带兵打仗，还是会杀人越货，会偷鸡摸狗，甚至只要你会夸口，你都可以自称为士。当时的四大国齐、赵、魏、楚各自出了一个顶级大佬，被称为战国四公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这四位公子都是各国的王亲国戚，手里有的是钱。他们就像现在的大家长或者风险投资机构一样，敞开了大门，疯狂招揽天下这些三教九流地士。他们包吃包住，给钱给车。为什么？因为在那个礼法彻底崩溃的年代，王权衰落，谁手里养的门客和智囊多，谁的拳头就硬，谁就能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甚至能左右国家的存亡。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权力私人化。今天咱们就先来扒一扒这四公子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位，看看他们养的这些食客都是些什么神仙妖怪。第一位是齐国的孟尝君田文。孟尝君是齐国国王的亲戚，封地在薛。这哥们儿最大的特点就是有钱，而且花钱极其大方。他的门下养了整整3000食客，每天光是给这帮人准备盒饭都是一笔天文数字。他还把食客分上中下三等，上等的出门有车，顿顿有肉。不过孟尝君招人那是真不挑食，别的公子招人还要看看简历，问问学历，孟尝君不需要，只要你来投奔，哪怕你是个逃犯，哪怕你是个小偷，哪怕你觉得自己有本事，他都好吃好喝供着。这导致孟尝君的门客队伍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收容各类人士的地方，正经读书人甚至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孟尝君的门客。但是就是这帮让人看不起的各色人物，在孟尝君最危险的时候却成了他保命的底牌。有一年，秦昭襄王听说孟尝君名气大，想请他来秦国当丞相。孟尝君带着一群门客就去了咸阳。到了之后，秦国大臣们不干了，对秦王说，孟尝君是齐国王族，他当了咱们丞相肯定向着齐国，这是个巨大隐患。秦王一听有道理，于是不仅反悔了，还把孟尝君软禁起来，准备找个借口杀掉。孟尝君慌了，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咸阳城，谁能救他？他打听到秦王身边有一个最宠爱的妃子说话很管用，于是派人去求这个妃子帮忙。那个妃子也是个极品，她趁火打劫提出要求，想让我救你。可以，我听说你有一件天下无双的胡白球，把它给我，我就帮你说话。孟尝君一听，想死的心都有了。这件胡白球他确实有，而且是天下仅此一件。但他刚来秦国时，为了讨好秦王，已经把它作为见面礼献给秦王了，现在就锁在秦王宫的宝库里，这怎么去要回来？那死得更快。就在孟尝君一筹莫展的时候，他门客里那个坐在最下等位置，平时连肉都吃不上的一个小偷站了出来，主公莫慌，这事儿交给我。小偷也是个奇人，他最擅长的是学狗叫和打洞。当天夜里，这个小偷潜入秦王皇宫，学着狗叫骗过了巡逻的侍卫，像只真狗一样钻进了宝库，把那件胡白球又给偷了出来。
孟尝君拿到衣服，赶紧送给那个妃子。妃子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在秦王耳边吹了点枕头风。秦王心一软，就把孟尝君放了。孟尝君一被放出来，哪还敢耽搁，连夜带着门客搞了几匹快马向东狂逃。他知道秦王那多变的脾气，随时可能后悔。他猜的没错，秦王刚放了他，第二天就后悔了，立刻派精锐骑兵追杀。孟尝君一路狂奔，终于在半夜时分逃到了秦国的东大门函谷关。只要出了这道关就安全了，但是按照秦国的法律规定，鸡鸣而出客，也就是说函谷关的大门必须等到早晨第一声鸡叫才能打开。此时离天亮还有好几个时辰，后面的追兵随时可能赶到。孟尝君看着那紧闭的巨大关门，急得满头大汗，感觉脖子上的脑袋已经摇摇欲坠。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客里又站出来一个人。这人平时啥也不会，就会一门手艺学鸡叫。他走到关口旁边，扯开嗓子，惟妙惟肖地学起了公鸡打鸣，这叫声太逼真了。函谷关附近的那些真公鸡以为天亮了，纷纷跟着叫了起来。一时间，整个函谷关鸡叫连天。守关的秦军将士从睡梦中惊醒，揉了揉眼睛，听见满城的鸡都在叫，以为时辰到了，嘟囔着打开了关门。孟尝君一行人顺理成章地拿出通关文牒，赶在追兵到来之前逃出了函谷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成语鸡鸣狗盗。后来的人，比如王安石，经常用这个成语来评价孟尝君，说他养的都是些不入流的下等人，所以齐国才留不住真正的大人才。但如果站在江湖的角度看，孟尝君虽然没养出什么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但他养的这帮各色人物在关键时刻是真能派上用场，是真能从阎王爷手里抢回一条命。这就是战国公子们奉行的实用主义，不管黑猫白猫，能救命的就是好猫。跟黑白通吃、略带痞气的孟尝君相比，赵国的平原君赵胜人设要高大上得多。平原君是赵惠文王的亲弟弟，也是后来赵孝成王的叔叔。他这辈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个：极其好面子，以及极度喜欢结交名士。平原君也养了3000门客，他试图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礼贤下士、完美无缺的道德楷模。但是平原君这个人识人的眼光确实有点飘忽不定，大局观也经常掉链子。比如后来引发长平之战的上党事件，就是他贪小便宜惹的祸。这个咱们后面细讲。不过平原君这辈子干过的最漂亮的一件事，也是他运气最好的一件事，就是他在绝境之中被一个叫毛遂的门客强行带飞了。那是公元前257年，秦国大军在长平之战坑杀了赵国40万男儿之后，乘胜追击，直接把赵国首都邯郸围了个水泄不通。邯郸之战爆发，赵国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平原君散尽家财，甚至让自己的老婆小妾都编入敢死队去守城，但依然挡不住秦军的猛攻。唯一的希望就是去南边的楚国借兵。平原君决定亲自出使楚国，他要在自己的3000门客里挑选20个文武双全、能言善辩的精英跟着一起去。如果谈得拢就lấy血为盟，如果楚王不答应，他们就在朝堂上胁迫他。但是挑来挑去，平原君只挑出了19个人。这3000门客平时喝酒吹牛一个比一个响，真到了要去敌国玩命，去搞这种恐怖袭击式外交的时候，全怂了。就差这最后一个人，死活凑不齐了。平原君急得在院子里直转圈。就在这时，一个平时坐在最角落里，平原君连名字都叫不上的门客站了出来。他叫毛遂。毛遂走到平原君面前，拱手说道：“公子，既然差一个人，您看我行吗？”平原君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貌不惊人的家伙，皱着眉头问：“先生，
在我的门下待了几年了？毛遂回答：算起来有3年了。平原君叹了口气，说出了一段极其著名的、带有浓厚阶级傲慢的人才论。先生啊，有才能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一把锥子放在口袋里，它的尖锐立刻就会刺破口袋显露出来。您在我这里3年了，我身边的这些人从来没有称赞过您，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您的事迹，这说明先生您没有锋芒啊。您还是留下吧，别去添乱了。平原君的意思很明白，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3年都没发光，说明你就是块石头。面对这种羞辱式的拒绝，毛遂没有退缩，他挺起胸膛，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公子，您错了，我之所以没有显露锋芒，是因为您从来没有把我放进口袋里。如果您早点把我放进口袋里，我不仅会刺破口袋，我甚至会连锥子都一起穿透出来，刺破这苍穹。这话说得太狂了，但也太自信了。平原君被毛遂的气势镇住了。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关头，敢这么说话的人，哪怕是个疯子，也值得带上。好吧，那就带上你。平原君带着这凑齐的20个人，踏上了前往楚国的求生之路。到了楚国，平原君见到了楚考烈王，两人在大殿上开始谈判。平原君苦口婆心地陈述利害，说起秦国有多可怕，赵国亡了楚国也没好下场。从早上太阳升起，一直谈到了中午。楚考烈王就是不松口，他怕秦国，他不想为了救赵国惹火烧身，谈判陷入了死胡同。跟平原君一起来的19个门客，全都在台阶下面干瞪眼，没一个人敢上前帮忙。这时候毛遂看不过去了，他手按着剑柄，一步一步走上了台阶，直接冲到了平原君和楚考烈王面前。他大声喝问：合纵抗秦的利弊，2句话就能说明白。今天从早上谈到现在都没个结果，到底在磨叽什么？楚考烈王被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持剑武士吓了一跳，怒喝道：你是什么人？寡人正在和你的主人说话，你算什么东西，敢在这里大呼小叫？滚下去！如果换了一般人，面对一国之君的雷霆之怒，早就吓尿了。但毛遂没有退，他猛地向前跨了一大步，一把抽出腰间的长剑，剑尖指地，距离楚考烈王只有不到10步。毛遂盯着楚王，眼神像狼一样凶狠，声音冷酷到了极点：大王，您敢斥责我，是因为您仗着楚国有100万大军，但是现在在这10步之内，您的100万大军救不了您。大王，您的性命就在我毛遂的手里，这是赤裸裸的死亡威胁。这是一个亡命徒在用自己的命去豪赌楚国国君的命。楚考烈王看着那寒光闪闪的剑刃，再看看毛遂那张拼命3郎的脸，额头上瞬间冒出了冷汗，他怂了。毛遂见状，立刻收起杀气，开始他的嘴遁表演。他没有再说那些老掉牙的唇亡齿寒，他直接揭楚国的伤疤。大王，楚国地方5000里，带甲100万，本来是天下霸主，可是当年秦国的白起只带着几万兵，一战攻占了楚国的鄢城，2战烧了楚国祖宗的坟墓，3战攻破了你们的首都郢都，这是百世的奇耻大辱啊！连我们赵国人都替你们感到羞耻。大王，您难道就不想报仇吗？今天我们赵国提议合纵，不仅是为了救赵国，更是为了给你们楚国报仇啊！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但毛遂偏偏把楚国最丢脸的伤疤撕开，狠狠撒了一把盐。这番话如同一记重锤砸在了楚考烈王的自尊心上，加上面前那把剑的威胁，楚王的心房彻底崩溃了。先生说得对，寡人同意合纵。毛遂没有给楚王反悔的机会，他立刻叫人端来鸡狗马的血，
当场端到楚王面前。大王请干血为盟。大王第一个喝，我主人平原君第二个喝，我毛遂第三个喝。就这样，在毛遂的一手威逼利诱下，楚赵两国的抗秦联盟在楚国的朝堂上以这种极其不可思议的方式签订了。平原君回到驿馆，擦了擦头上的冷汗，看着毛遂，发出了由衷的感叹：毛先生一治楚，而使赵崇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3寸之舌强于100万之师，我赵胜以后再也不敢自称会看人了。这就是毛遂自荐。在国家机器面临瘫痪的时候，这些由贵族豢养敌士，用他们个人的野蛮智慧和不要命的豪赌，硬生生为赵国续了一口命。楚国派出了春申君率领大军，魏国也派出了信陵君切符救赵，邯郸之围终于解了。平原君和他的食客们似乎拯救了赵国，但是这不过是一场回光返照，这不过是秦国这台绞肉机在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后的一次短暂卡壳。当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年前，拨回到那场导致邯郸被围的源头战役时，你会发现，无论是平原君的豪赌，还是毛遂的勇敢，在那场绞杀了40万冤魂的惨烈战役面前，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话分两头，平原君带着毛遂去楚国搬救兵，这是外交上的豪赌，但在当时的军事版图上，真正能对秦国形成实质性威胁的，还得是离赵国最近的老邻居魏国。魏国当年虽然被齐国在马陵道打断了脊梁骨，但烂船还有3斤钉。更重要的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魏国的王室里出了一个堪称战国末期最耀眼、最具英雄气概，也最让人意难平的顶级大佬，他就是战国4公子里最具影响力的一位，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如果说孟尝君是黑帮教父，平原君是爱面子的名媛，那信陵君就是一个把国士无双这5个字刻进骨子里的真游侠、大英雄。他以一己之力，硬生生把大秦帝国统一天下的进度条往后拖延了10几年，但他的结局却是一首让人肝肠寸断的悲歌。信陵君是魏王的同父异母弟弟，他同样养了3000门客，但他对待门客的态度跟别人完全不一样。他不看重出身，甚至有些自虐倾向的去结交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奇人异士。魏国首都大梁城的东门，有个看城门的老头叫侯嬴。这老头70多岁了，又穷又老，整天穿着破衣服坐在城门口发呆。信陵君听说这老头有点东西，就带着厚礼去拜访。侯嬴斜着眼睛看了看那些金银珠宝，摆了摆手，老朽修身几10年，不能因为家里穷就收公子的钱。这要是换了平原君，估计当场就翻脸了。但信陵君没有，他不仅没生气，反而干出了一件震惊整个大梁城的大事。他办了一场极其豪华的宴会，把魏国所有的王公贵族、高级将领全请来了，大家都落座了，等着开席。信陵君却说：各位稍等，我去接一位贵客。他亲自赶着自己那辆最豪华的马车，控着左边最尊贵的位置，一路招摇过市，来到了东门，请侯嬴上车。侯嬴这老头那是真能装，他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连推辞都没推辞，大摇大摆就坐上了马车的尊位。上了车还不算，侯嬴突然对信陵君说：公子啊，我有个朋友在菜市场杀猪，我想去看看他，能不能麻烦公子绕个路？堂堂魏国的2把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信陵君，竟然真的像个网约车司机一样调转马头，把车赶到了脏乱差的菜市场。侯嬴下了车，故意和那个杀猪的朋友聊了很久很久。他在干嘛？他在用余光偷偷观察信陵君的反应。如果信陵君表现出一点点不耐烦、嫌弃或者催促，侯嬴就会立刻转身走人，但是没有。
信陵君手里拿着马鞭站在车上，神色极其温和，恭恭敬敬地等着，就像一个晚辈在等长辈聊天一样。周围的老百姓和商贩都看傻了，那可是信陵君啊，居然在这儿等一个看门老头和一个屠夫。侯莹聊完天上了车，回到相府。那些等得肚子都饿扁了的王公贵族一看，信陵君亲自迎进来的所谓贵客，竟然是个穿破衣服的看门老头。所有人都惊呆了，信陵君毫不在意，他亲自把侯莹引到上座，并向所有人隆重介绍。这一顿饭吃完，侯莹对信陵君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公子，我今天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成就公子的名声啊。我一个糟老头子，公子竟然能亲自为我驾车，还在大庭广众之下等我那么久。从今天起，天下人都会知道公子是真正的礼贤下士。侯莹没有说谎，这件事传出去后，天下那些真正有本事、有傲气的能人异士，就像百川归海一样，疯狂涌入信陵君的门下。信陵君用自己的面子买下了战国末期最强的一张人才库，而这个看门老头侯莹和那个杀猪的屠夫朱亥，也将在不久的将来为信陵君、为赵国献出他们最血腥也最壮烈的一份忠诚。时间来到公元前257年，长平之战的余波还在震荡，赵国被白起坑杀了40万人，整个国家几乎成了一座寡妇村。秦国乘胜追击，大将王陵率领秦军主力死死包围了赵国首都邯郸。赵国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平原君急得要死，因为他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他不仅自己去了楚国借兵，还写了一封接一封的血书给信陵君求救。我赵胜之所以愿意跟你们魏家结亲，就是觉得公子你是个急人所难的大英雄。现在赵国快要亡了，姐姐我也快要死了，公子你竟然见死不救，你难道就不心疼你姐姐吗？信陵君看着姐姐的血书，心急如焚，他天天跑去王宫里苦苦哀求魏王：大王，唇亡齿寒啊！赵国要是被秦国灭了，下一个就是我们魏国，出兵吧！魏王确实出兵了，他派大将晋鄙率领10万魏军主力去救赵国。但是秦昭襄王听说魏国出兵了，立刻派使者送来了一封极其嚣张的恐吓信：我大秦攻打赵国，旦夕可下，你们东方诸侯谁敢出兵救赵，等我灭了赵国，下一个就灭谁。魏王本来就是个软骨头，一看这恐吓信直接吓尿了，他立刻下达了一道极其可笑的命令，他让晋鄙的10万大军停在邺城，名为救赵，实则两端就是停在那儿看戏。秦国赢了，我就说是来恭喜秦国的；赵国赢了，我就说是来帮赵国的。信陵君绝望了，他知道靠魏王是指望不上了。他做出了一个极具游侠色彩，但从国家战略来看极其冲动的决定：既然大王不救，那我就自己去救。信陵君散尽家财，凑了100多辆战车，带着自己的几千名门客，准备直接冲向邯郸。他这是要去跟秦军死磕，几千人打几10万秦军，这叫送死。就在信陵君带着这支敢死队路过东门的时候，那个看门老头侯莹站在城门口。信陵君停下车跟侯莹诀别：侯公，我要去赵国跟秦军拼命了，这一去恐怕再也回不来了。侯莹面无表情，淡淡的说了一句：公子免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加油，我老了就不跟着去了。信陵君走了，走出没多远，他越想越不对劲。我平时对侯公那么好，今天我要去送死，他竟然连一句挽留或出主意的话都没有，难道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信陵君立刻调转马头，又跑了回来。侯莹看到他回来，笑了：我就知道公子会回来的。侯莹收起了笑容，
眼神变得极其锐利。他指着信陵军的那几千门客说：“公子啊，你带着这几千人去跟秦军打，那就像把一块肉扔进饿狼的嘴里，有去无回，有什么用呢？你要真想救赵国，只能用魏国的10万正规军。大军现在就在晋鄙手里，要想调动晋鄙的军队，只有一样东西——兵符。兵符在魏王卧室的床底下。我听说魏王最宠爱的妃子叫如姬，当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了，是公子你派门客帮他报的仇。如姬对你感恩戴德，愿意为你去死。只要公子你去求如姬，让他偷偷把兵符偷出来，你拿着兵符去代替晋鄙，带兵救赵，这才是盖世奇功啊！窃符，这在任何朝代都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信陵君没有犹豫，为了道义，为了国家，他豁出去了。他秘密联系了如姬，果然，如姬为了报恩，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从魏王的枕头底下偷出了那半块调兵遣将的虎符。信陵君拿到虎符，再次来到东门向侯嬴辞行。侯嬴看着虎符，眼中闪过一丝决绝。公子，晋鄙是个老将，为人谨慎。你虽然拿着兵符去，但他如果怀疑，不把兵权交给你，反而要向魏王请示，那就全完了。所以，公子必须要带一个人去带上你在菜市场认识的那个屠夫朱亥。朱亥是个真正的大力士，如果晋鄙听话交出兵权，那就算了；如果他不听话，就让朱亥当场击杀他。信陵君听了，眼泪流了下来。晋鄙也是魏国的名将，也是无辜的，但他知道，此长平战场，如果不杀晋鄙，赵国几十万人就要死。临走前，侯嬴对信陵君说：“老臣年纪大了，不能跟公子去战场了。公子到达晋鄙军营的那一天，老臣就在这大梁城的东门，面朝赵国的方向自刎，以报公子。”信陵君含泪拜别，他带着朱亥，带着兵符，快马加鞭直奔邺城大营。到了邺城，魏军大营，信陵君拿出那半块虎符和晋鄙手里的那一半一合，咔嚓一声严丝合缝。信陵君大声宣布：“奉魏王命令，晋鄙将军交出兵权，由我接管大军，即刻出发。”救赵晋鄙是个在死人堆里滚出来的老油条。他看了看虎符，又看了看信陵君，再看了看信陵君身后只带了几个随从的寒酸阵仗。他的直觉告诉他不对劲。我统领10万大军驻守边境，这是国家的重任。现在你只坐着一辆马车就来代替我，大王怎么会下达这么草率的命令？晋鄙没有交出印信，他抬起头，眼神中充满怀疑和警惕。我必须向大王核实。就在晋鄙转身准备下令扣留信陵君的那一瞬间，一直沉默地站在信陵君身后的那个屠夫朱亥动了。他冷笑一声：“你不听大王命令，就是造反。”话音未落，朱亥猛地从宽大的袖子里掏出了一件极其恐怖的凶器，那是一个重达40斤的实心大铁锥。40斤啊，那是接近半袋水泥的重量。朱亥这头暴熊抡起这柄沉重的铁锥，带着呼啸的腥风，照着晋鄙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那是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骨头碎裂的闷响。晋鄙，这位魏国的大将，甚至连惨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整个头颅就像一个被铁锤砸中的西瓜一样，瞬间爆裂开来。红白的脑浆混杂着鲜血喷溅了朱亥和信陵君一身，晋鄙的无头尸体重重地倒在地上。大帐内的将领们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极度血腥的暴力给吓傻了。信陵君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看到晋鄙惨死，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但他立刻擦干眼泪，捡起地上的帅印，站在晋鄙的尸体旁，浑身是血，对着那些惊恐万状的魏国将领们发出了那道改变了战国历史走向的将令：晋鄙抗旨不遵，已被诛杀。
现在全军听我号令，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都在军中的，哥哥回家，独生子回家奉养父母，剩下的8万精锐死士随我渡河，去跟秦国人拼命。军令如山。这8万魏军在信陵君那极具感染力的人格魅力下，爆发出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悲壮与血性。他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杀向了邯郸城下的秦军。与此同时，在大梁城的东门，那个70多岁的老头侯嬴算准了信陵君到达军营的时间，他面朝北方，拔出长剑，自刎而死。他用自己的命兑现了他对信陵君的承诺，也以此去给死去的晋鄙陪葬，以全忠义之名。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事。他们为了知遇之恩，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可以把头颅当成酒杯。有了信陵君这8万生力军的加入，加上楚国春申君派来的援军，以及邯郸城内平原君的死守，秦军腹背受敌，秦将王陵被打败，换上来的王艮也被打败。哪怕是换上被秦王赐死的战神白起，恐怕也无法挽回败局。秦军大败，撤围而去。邯郸保住了，赵国保住了，东方6国也得到了一次喘息的机会。信陵君一战封神，他不仅成了赵国的救命恩人，更成了全天下诸侯眼中的抗秦领袖。后来，信陵君甚至再次组织了5国联军魏赵韩楚燕，主动出击，在函谷关外大破秦军，把不可一世的秦国大军死死堵在函谷关内，不敢东出。那是东方6国在战国末期最后一次，也是最辉煌的一次高光时刻。只要有信陵君在，秦国就别想统一天下。但是自古以来，名将的末路往往不是死在敌人刀下，而是死在自己君主的猜忌之中。信陵君因为当年窃符杀将得罪了魏王，虽然他立下盖世奇功，魏王也不得不重新重用他，但秦国人太懂人性了，他们在战场上打不过信陵君，就开始玩阴的。他们派了大量间谍，带着大笔金银财宝潜入魏国，四处散布谣言。信陵君名震天下，各国诸侯只知道魏国有信陵君，不知道有魏王。信陵君马上就要篡位当魏王了。本来就心胸狭窄的魏王听到这些谣言，再看看信陵君那如日中天的威望，心里的那根刺越来越痛。终于，魏王下令收回了信陵君的兵权，兵权没了，信陵君被剥夺了一切可以抵抗秦国、实现报复的手段。他太聪明了，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知道魏国完了，6国完了，他这辈子的心血全都白费了。既然无力回天，那就只能在麻醉中死去。这位曾经亲自给看门老头驾车，为了救赵国敢于窃取兵符，带着联军把秦军按在函谷关摩擦的盖世英雄，回到了自己的府邸。他遣散了门客，关上了大门，他开始日夜不停地喝酒，日夜不停地叫女人作陪。他不理政事，不问世事。他用酒精来麻痹自己那颗痛苦而绝望的心，他用女色来消耗自己那具强壮而多余的躯壳。4年，他整整喝了4年的酒。公元前243年，这位战国时代最耀眼的流星，这位6国最后的精神脊梁，因为饮酒过度，把自己活活灌死了。信陵君死了。他死的那一天，整个东方6国的精气神也仿佛被瞬间抽干了。听闻信陵君死讯，秦国立刻发兵攻打魏国，如入无人之境，攻占了魏国20座城池，再也没有人能挡住大秦帝国的铁骑了。曾经的战国4公子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随着时代的洪流，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些游侠的传说，那些鸡鸣狗盗的奇谋，那些窃符救赵的血性，都成了一曲
再也弹不响的悲歌。接下来，大秦帝国那台因为信陵君而短暂卡壳的巨型推土机，将彻底挂上最高档位。那个千古一帝的男人嬴政即将登上历史的最高王座，他将用比吴起更狠辣的手段，比白起更冷酷的决心，去完成那场长达250年的大逃杀最后清场。在讲秦始皇横扫六合之前，咱们必须把时间往回拨一点，回到刚才咱们讲平原君毛遂自荐的那个时间节点之前，因为我们要去直面那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血腥、最残酷，也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超级绞肉机长平之战。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决，它是两个超级大国秦国和赵国把家底、把国运、把所有的精壮男丁全都压在赌桌上的一场梭哈。谁赢了，就拥有了吃掉天下的资格；谁输了，不仅国家要被打断脊梁，还要在史书上留下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血色伤疤。而这场倾国之战的起因，竟然是因为一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或者说，是一块能把人烫死的烤红薯。公元前262年，大秦帝国在秦昭襄王的带领下，正处于远交近攻的巅峰状态。秦国大将白起像一个没有感情的伐木工，今天在韩国砍2座城，明天在魏国砍几万个人头。这一次，秦国又盯上了韩国，秦军一路猛攻，拿下了韩国的野王。这一下坏事了，韩国的版图被秦军从中间硬生生切成了2半。韩国在北边的一大块地盘上党郡被彻底隔绝了，成了一块孤悬在外的飞地。秦昭襄王看着地图笑了，上党这块肉已经是案板上的了，早晚得落进秦国的嘴里。他派人去上党接收，但是上党的郡守冯亭是个硬骨头，也是个狠人，他死都不愿意投降秦国，因为秦国那套军功爵和变态的法律，东方6国的老百姓都怕得要死，谁也不想去秦国当只有耕战功能的工具人。冯亭跟老百姓一商量，秦国人太狠了，咱们打不过，但也不能投降。这样吧，咱们往北走，把上党这17座城池直接打包送给赵国，这招叫祸水东引。冯亭的意思很明白，我韩国保不住这块地，但也不让你秦国好受，我拉赵国下水，让你们2头大老虎去掐架吧。消息传到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国君赵孝成王拿到这份无偿赠与合同，整个人都兴奋地发抖。17座城池啊，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为了争夺一座城池，往往要死几万人。现在不用动1兵1卒，白捡一个上党郡，这简直是老天爷瞎了眼送福利啊！但这福利能要吗？赵孝成王召集大臣开会，老成持重的大臣平阳君赵豹坚决反对，大王万万不可，这分明是冯亭在嫁祸给我们。秦国人费了多大劲才把韩国切断，就等着吃上党这块肉呢。咱们现在去截胡，这不等于从老虎嘴里抢食吗？秦国一旦暴怒，咱们赵国就要面临灭顶之灾。这哪是馅饼，这是炸药包。赵豹的眼光非常毒辣，但是赵王舍不得这块肥肉，他转头问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那位好面子、喜欢结交名士的战国4公子之一平原君赵胜。平原君这人大局观确实差了点意思，他满脑子都是功劳和扩张。平原君对赵王说，大王，怎么不能要？咱们赵国平时发兵打仗，打个1年半载，死伤无数，也未必能打下一座城。现在17座城池白白送上门，这是天上掉馅饼，不要白不要。至于秦国，咱们赵国兵强马壮，有廉颇老将军在，还怕他不成？赵孝成王一听，对呀，不要白不要，就听平原君的，接收上党。赵国欢天喜地，地派平原君去上党接收了城池，
还把冯廷封了侯。但这事儿传到咸阳，秦昭襄王气疯了。好你个赵国，老子辛辛苦苦打下来的猎物，你1分钱不花就给顺走了，真当我大秦的刀不快了是吧？发兵打赵国，把上党给我抢回来。公元前260年，秦国大将王干率领秦军主力浩浩荡荡地压向上党。赵国这边派出了身经百战的老将廉颇，率领20万大军前往迎敌。一场关乎2个超级大国生死的超级战役长平之战，就这样因为平原君的一次贪婪拉开了血腥的序幕。秦军一到上党，那股子从商鞅变法里培养出来的，为了抢人头换房子的疯狂劲儿就彻底爆发了。王艮指挥秦军猛攻赵军，在初期的遭遇战中连战连捷，赵军的1个都尉被斩杀，2个重要据点被攻破，甚至连赵军的营垒也被秦军夺走。老将廉颇作为赵国主帅，站在中军大帐里，看着前线送来的伤亡数字，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他虽然脾气火爆，但更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统帅。在跟秦军交手了几次之后，廉颇得出了一个清醒而残酷的结论：在平原野战中，天下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打得过这群像疯狗一样的秦国军公爵士兵。赵国的胡服骑射虽然厉害，但在秦军这种重装步兵加弩阵的立体绞杀下，硬拼就是送死。廉颇做出了一个极其憋屈但也极其正确的决定：不打了，全军收缩，就地筑城。廉颇在长平这个地方依托着太行山的险峻地形，沿着丹河修筑了3道坚固的防线。他下达了死命令：坚壁清野，深沟高垒。不管秦国人怎么骂娘，怎么挑衅，哪怕他们在城墙下面脱裤子骂咱们祖宗，谁也不许出战。违令者斩，这就是乌龟战术。这招把秦军恶心坏了。秦国士兵是来抢人头的，现在敌人躲在乌龟壳里不出来，他们空有一身力气没处使。秦军每天在赵军营垒前叫骂挑战，但赵军充耳不闻，每天躲在墙后面，该吃吃该喝喝。秦将王贡体强攻了几次，结果在赵军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密集的箭雨下死伤惨重，寸步难行，战局陷入了可怕的僵持。这一僵持就是整整3年。在长平这个狭小的山谷地带，秦赵2国一共投入了多大兵力？秦国大约50万，赵国大概40万，将近100万个精壮的汉子对峙在这一片黄土高坡上，每天一睁眼就是100万人要吃饭。这已经不再是拼战术、拼勇敢了，这是在拼2个国家的 GDP， 拼2个国家的后勤补给能力。这是一场极其残酷的比拼，谁的血条更长的消耗战。秦国这边为了维持这50万大军的粮草，秦昭襄王几乎把国内底子都掏空了。史记记载，秦国为了运粮，把国内15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征发到了前线。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秦国的村庄里只剩下女人、老人和不到15岁的孩子。所有的男人，不管是赶车的还是背粮食的，全都在通往长平的漫漫长路上像蚂蚁一样艰难地跋涉。秦国因为有巴蜀粮仓和关中平原的支撑，加上极其高效的国家动员体制，还能勉强撑得住。但是赵国撑不住了。赵国本来就是个地理位置不算优越的国家，农业产出远不如秦国。40万大军在长平干耗了3年，赵国的国库早就空得能跑马了。赵孝成王在邯郸的王宫里，每天看着内史送来的催粮报告，急得直跳脚。他甚至派人去齐国借粮，结果被齐国无情地拒绝了，因为当时的齐国还在执行那套摆烂的闭关锁国政策，没粮食了。前线的40万将士吃什么？要是断了粮，不用秦军打，赵军自己就得哗变。
赵孝成王对廉颇的这种龟缩战术越来越不满。廉颇老矣，他拿着寡人倾国之力的40万大军，天天躲在城墙后面当缩头乌龟，国家都要被他吃破产了，为什么不出击？为什么不跟秦军决一死战？这是不懂军事的政治家对前线将领最致命的干预。赵王想要的是速战速决，而廉颇坚持的是死守浩敌。君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赵国的窘境很快就被远在咸阳的秦国间谍网察觉到了。秦昭襄王和他的丞相范雎看着长平的战报，也感到无比头疼。秦国虽然还能撑，但也快到极限了。如果再这么耗下去，一旦东方其他诸侯趁虚而入，秦国腹背受敌，这50万大军就得全搭进去，必须打破僵局，必须逼赵军出来野战。范雎是个玩弄阴谋的高手，他摸透了赵王急于求成，想要换将的心理，献上了一条极其阴毒的反间计。秦国派出了大批间谍，带着重金潜入赵国首都邯郸，他们买通了赵王身边的近臣，在赵国大街小巷疯狂散布谣言。秦国人根本不怕那个老骨头廉颇，廉颇早就被打怕了，马上就要投降了。秦国人现在最怕的是那个熟读兵法、用兵如神的青年将领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只要赵括一出山，秦军立刻就会吓得夹着尾巴逃跑。谎言重复1000遍就能变成真理，更何况这个谎言正好迎合了赵孝成王内心最渴望的东西，一个能立刻打败秦军，结束这场烧钱战争的救世主。赵孝成王听信了谣言，他不顾名相，蔺相如的拼死反对。蔺相如拖着病体对他说，赵括只会死读他父亲留下的兵书，根本不懂变通，就像把秦柱上的贤交死了一样，让他去当主帅，赵国必亡啊！赵王不听，他下了一道足以葬送赵国国运的圣旨，罢免廉颇，任命赵括为长平前线最高统帅。这道圣旨像一张催命符，飞向了长平的赵军大营。那个被后世嘲笑了2000年的纸上谈兵的主角，那个满怀着建功立业梦想的年轻人，即将踏上这片注定要变成尸山血海的土地。而秦国那边，在得知赵国换将的消息后，秦昭襄王也秘密地做出了一个动作，他换掉了前线的主将王敢，换上了一个在黑暗中蛰伏已久，让东方6国听到名字就会打哆嗦的恐怖杀神。为了保密，秦昭襄王下达了极其严酷的军令，军中敢有泄露新主帅名字者，斩。咱们刚才说到赵孝成王中了秦国丞相范雎的反间计，决定换下老将廉颇，让那个在沙盘推演上天下无敌的军二代赵括去前线接管那40万大军。这道命令一下，整个赵国的明白人都快急疯了。不仅名相蔺相如拖着病体死谏，甚至连赵括的亲妈都看不下去了。赵括的母亲，也就是当年那位名将赵奢的妻子，她跑到赵王面前声泪俱下的请求，大王啊，我儿子绝对不能当大将啊。赵王很奇怪，你儿子从小熟读兵法，跟你丈夫讨论军事的时候，连你丈夫都辩不过他，这是将门胡子啊，为什么不能当大将？赵母哭着说出了那段极其经典的知子莫若母的心理侧写。大王，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当年他父亲当大将的时候，亲自端着饭碗去伺候的手下有几十人，把他当朋友对待的有几百人。大王赏赐的金银财宝，他一天都不在家里放，全部分给军中的将士。只要接到出征的命令，他连家里的事问都不问一句，全身心投入到战争中。可是您看我儿子赵括现在是副什么德行？他刚当上将军，就天天坐在大堂上摆谱，手底下的军官去见他，吓得连头都不敢抬。大王赏给他的钱，他全搬回自己家里藏起来，天天就琢磨着怎么在邯郸城里买好田买豪宅。
他父亲当成兄弟的将士，他却把将士当成可以用来换取富贵的工具，这哪里是将门胡子，这分明是个只顾自己死活的自私鬼。更何况他父亲生前就说过，兵死地也，而阔亦言之，打仗那是死人的事。可赵括却把他当成过家家一样轻松。如果赵国真的让他挂帅，他一定会把赵国的军队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番话句句气血，但赵孝成王已经被速战速决的急躁冲昏了头脑。他挥了挥手，不耐烦地说：“老太太，你别管了，寡人意已决。如果他打败了，寡人不连累你就是了。”就这样，这位熟读了天下所有兵书，却从未真正感受过战场上那种残酷血腥味的年轻人，带着赵王的期许，带着他那满脑子的完美阵型，意气风发地踏上了前往长平的战车。他以为自己去的是一个建功立业的舞台，他不知道，他正一步步走向一个专为他设计的、由鲜血和尸骨铸成的地狱。赵括到了长平前线，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大洗牌。他把廉颇定下的那些坚壁清野、死守不出的命令全部作废，把廉颇提拔的那些经验丰富、稳重老成的中下级军官全部撤换，换上了自己带来的一批听话的嫡系。赵括向全军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别当缩头乌龟了，全军出击，跟我去把秦国人赶回函谷关去。40万赵军被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主帅强行从坚固的堡垒里拔了出来，推向了空旷的野战战场。就在赵括换将的同时，秦国那边也发生了一次极其机密的人事变动。秦昭襄王得知赵国换上了赵括，激动得差点从龙椅上跳起来。他知道秦国苦苦等待了3年的战机终于出现了，传寡人密令，立刻派人带着寡人的虎符去接管长平前线。原主将王干将为副将，新任主帅是谁？秦王吐出了那个让6国诸侯闻风丧胆的名字——武安君白起。白起这个名字在战国时代就是死神的同义词。伊阙之战斩首韩魏联军24万，鄢郢之战水淹楚国都城，溺死数十万，华阳之战斩首魏赵联军13万。他不是在打仗，他是在进行一场又一场高效率的人口灭绝。为了不让赵括这个毛头小子产生警觉，秦昭襄王下达了极其严酷的保密命令，军中敢有泄露武安君为将者，斩于市。就在长平对峙的阵地前方，一张由这位冷兵器时代最恐怖的战术大师亲手编织的完美无缺的死亡之网悄无声息地张开了。而此时的赵括就像一只闻到了花香的蝴蝶，正拍打着翅膀欢快地向那张网上飞去。公元前260年农历7月，长平之战的最后决战打响了。赵括率领着几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冲出了丹朱岭防线，向着秦军的阵地发起了猛烈攻击。秦军的反应让赵括喜出望外。面对赵军的冲锋，那些平时如狼似虎的秦国士兵竟然一触即溃，丢盔弃甲，连滚带爬地往后跑。赵括站在战车上，看着漫山遍野逃跑的秦军，仰天大笑：什么虎狼之师，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给我追！全军突击，不要给他们喘息的机会。赵括以为自己是天纵奇才，一出马就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但他那颗只有理论知识的大脑根本无法理解什么是佯败诱敌。在兵法上有一句话叫归师勿遏，穷寇莫追，但赵括已经被眼前的大胜冲昏了头脑。他放弃了稳扎稳打的阵型，带着赵军主力像疯狗一样追在秦军屁股后面。他们追过了百里石长城，追过了丹河，一直追到了秦军的大本营。到了这里，赵括突然发现情况不对了。秦军的大本营防守的极其严密，无论赵军怎么冲锋，
秦军的营垒就像生铁铸成的一样纹丝不动，箭雨像蝗虫一样从营垒里射出来，赵军死伤惨重，寸步难行，冲不动了。那就先扎营，明天再战。赵括下令大军就地驻扎，准备休整。就在这时，一直躲在幕后冷眼旁观的死神白起，终于露出了他狰狞的獠牙收网。白起一声令下，秦军2支隐藏已久的骑兵像2把烧红的尖刀，猛地从赵军的侧翼和后方刺了进来。第1支骑兵25000人，这支队伍全是精锐，执行了一项自杀式的任务。他们绕过了赵军主力，以极快的速度直接插到了赵军的背后，硬生生切断了赵军主力和后方营垒之间的联系。第2支骑兵5000轻骑兵，这5000人像一颗蝎子，死死地钉在了赵军主力与留守部队的中间。他们不需要杀多少人，只需要把赵军的阵型彻底切碎，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这2刀捅下去，赵括的几十万大军瞬间就被切成了好几块，成了互不相通的死地。赵括这才猛然惊醒，他回头一看，退路没了，往前一看，秦军大营打不下来，左右两边是悬崖峭壁和源源不断涌出的秦军，他被包围了，被那个他一直看不起的、认为只会用蛮力的秦军，用一种他兵书上从未见过的极其精妙的大穿插、大迂回战术，死死地包围在了一个叫长平山谷的口袋里。赵军被包围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回了邯郸，也飞回了咸阳。这是一场豪赌，现在到了开底牌的时候了。赵括手里还有40万人，虽然被包围，但如果他们拼死突围，或者赵国国内派来援军，这个包围圈随时可能被撕破。白起手里的兵力其实并不比赵军多多少，用50万人去包围40万人，这在军事学上就像一条蛇吞下了一只刺猬，稍有不慎就会被刺穿肚皮。真正的考验来到了后秦和国家动员能力上。秦昭襄王这位70多岁的老迈帝王展现出了他一生中最恐怖的战略决心。当他得知白起已经完成合围时，他没有坐在咸阳宫里等战报，他亲自登上了战车，以70多岁的高龄星夜兼程，亲自赶到了距离长平前线最近的河内郡。在那里，他下达了一道让整个秦国都为之沸腾，也让赵国彻底绝望的圣旨，赐河内郡百姓爵位一级。河内郡所有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征发，即刻赶赴长平战场。15岁，那还是个半大的孩子，但在大秦帝国的战争机器面前，只要你能拿得动长矛，你就是填补包围圈缺口的砖头。几十万秦国的老弱病残和半大孩子，在秦王的亲自督战下，像潮水一样涌向了长平。他们没有去前线打仗，而是被安排在了包围圈的外围。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死死堵住赵国的援军，切断赵括的粮道。这就是秦国的总体战。为了打赢这场仗，秦国把国家最后的一点元气，甚至把下一代的种子都压上了牌桌。而此时的赵国呢，赵孝成王也急疯了，他到处借粮，到处借兵，可是齐国不借，楚国观望，魏国害怕。赵国的国库早就空了，连一粒多余的粮食都运不到长平。包围圈里的那40万赵军彻底成了断了线的风筝，成了被困在干涸池塘里的鱼。随着粮道的断绝，长平山谷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间炼狱。第1天，他们还有口粮；第5天，口粮吃光了，他们开始杀战马；第10天，战马吃光了，他们开始吃草根，啃树皮；第20天，连草根都没了。饥饿，一种让人失去理智、失去人性的终极折磨，开始在这40万精壮男儿的身体里疯狂蔓延。
军营里的气氛变得极其诡异和恐怖，士兵们的眼睛开始发绿，他们看着身边那些因为饥饿和伤痛而死去的战友，那些曾经在一起喝酒吃肉的兄弟，不知道是谁在极度的饥饿驱使下，拔出了刀，割下了同伴大腿上的一块肉。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了，史书记载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3个字：人相食。起初是吃死人，后来死人不够吃了，那些身体强壮的士兵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虚弱的、受伤的同袍。在夜晚的军营里，经常会听到令人头皮发麻的惨叫声，那是饥饿的野兽在互相捕杀。这不再是一支军队，这是一个庞大的、为了生存而互相吞噬的丧尸营地。在这个地狱里，他们苦苦支撑了整整46天。46天，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数字。40万人在没有一粒粮食的情况下，在一个狭小的山谷里，靠着吃人活了46天。这足以证明，赵国的军队哪怕在绝境中，其韧性和战斗力也恐怖到了极点。但人体的极限终究是有尽头的。赵括，这位被骂了2000年的主帅，在这46天里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折磨？看着满营互相吞噬的士兵，看着那些绝望的眼神，他是否后悔过当初的轻敌冒进？他是否想起了母亲在赵王面前的哭诉？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必须为赵括证明，在绝境面前，他没有像其他懦弱的将领那样选择投降，也没有躲在中军大帐里等死。他展现出了作为一个军人最后的血性和尊严。9月的一天，赵括知道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所有人都会饿死。他把剩下的赵军分成了4队，轮番向秦军的包围圈发起自杀式的突围冲锋，1次、2次、3次、4次，每一次冲锋都在秦军密集的箭雨下留下堆积如山的尸体。秦军的防线就像一面由盾牌和长矛组成的铜墙铁壁，无论赵军怎么用牙咬、用头撞，都无法撼动分毫。突围失败了，赵括拔出了自己的佩剑，这位一辈子都在纸上谈兵的少帅，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迎来了他人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实的野战。他没有穿厚重的铠甲，也许因为饿得没力气穿了。他亲自率领着最精锐的敢死队，身先士卒，向着秦军的防线发起了最后的、最决绝的冲锋。他的吼声在山谷中回荡，他像一颗流星，拖着最后的光芒，狠狠地砸向了秦军的阵地。但是这颗流星瞬间就被无情的箭雨吞没了。无数支秦军的强弩瞄准了这个冲在最前面的主帅。赵括的身体被射成了刺猬，他倒在了冲锋的路上，鲜血染红了长平干涸的土地。他用自己的命为他那空洞的兵法理论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赵括一死，赵军最后的主心骨彻底断了，突围无望。主帅战死，饥饿已经把他们折磨得连站都站不稳了，抵抗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剩下的40万赵军扔掉了手中那沾满了泥土和同伴鲜血的兵器，也有说法加上前期的伤亡，此时大概还有20多万。他们拖着皮包骨头的身体，衣衫褴褛，眼神空洞，像一群失去灵魂的恶鬼，慢慢地走出了那片困了他们46天的地狱营地。他们跪在了丹河两岸，向着那些手持利刃、眼神冰冷的秦军低下了曾经高昂的头颅，讲了40万赵国男儿，向大秦武安军摆起投降了。长平的天空灰蒙蒙的，仿佛预示着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这些降卒们坐在地上，手里捧着秦军发给他们的一点点米汤，他们狼吞虎咽地喝着，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他们以为战争结束了，他们以为只要投降了，秦国人就会把他们编入苦役，或者放他们回赵国。40万张嘴，
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甚至能把秦国那紧绷的后勤线彻底压断的数字。秦军中军大帐里灯火通明，武安君白起正低头看着案几上的沙盘，他的脸上没有胜利者的狂喜，只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冰冷的盘算。手下的将领们正在激烈的争论，这40万赵国降卒该怎么处理，都拉回秦国去当奴隶修皇陵。有人提议，不行，路上得走1个月，咱们哪有那么多粮食喂他们？秦国15岁的孩子都上战场了，国内早就没存粮了，那就放回赵国去，让他们赔钱。放回去，那咱们这3年不是白打了吗？等他们缓过劲儿来，这40万精壮汉子拿起武器，又是一支虎狼之师。白起抬起头，那双如同古井般深邃冷酷的眼睛扫过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帐里瞬间安静了下来。白起缓缓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却像是在敲击冰块，每一个字都透着刺骨的寒意。赵族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赵国士兵反复无常，当年上党的老百姓宁愿归顺赵国，也不归顺秦国。如果把这40万人留在军中，一旦他们发现我们没粮食，必定会造反。如果不全部杀掉，一定会成为大患。杀字一出，连那些在死人堆里滚出来的秦军将领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可是40万人呐，这是几十万手无寸铁、已经放弃抵抗的俘虏。在古代的战争法则里，杀降是最大的忌讳，是会遭天谴的。但在白起的脑子里，没有道德，没有忌讳，只有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他太清楚了，长平之战的目的不仅是争夺一个上党郡，更是为了争夺天下，而争夺天下的核心就是消灭敌国的有生力量。赵国之所以能跟秦国抗衡，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几十万敢打敢拼的青壮年。如果今天心软放了他们，或者留着他们，都是个隐患。不如一劳永逸，把赵国的精壮男丁一次性彻底地从大地上抹去，打断赵国未来100年的脊梁骨。白起的手重重地拍在了沙盘上代表降卒的位置，杀一个不留。要杀40万人绝非易事，如果直接动手，这40万人就算饿得半死，一旦知道没有活路，拼死反抗起来，秦军也得付出惨痛代价。白起使出了他一生中最残忍也最卑劣的手段欺骗。第2天，秦军在降卒营地里发布了公告，武安君有令，给大伙分发粮食，吃饱了之后按照籍贯，兵种分开编队，准备收编或者遣返。赵军降卒们一听，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以为自己真的逃过了一劫，以为那个杀神白起发了慈悲。他们乖乖地放下了手中哪怕是用来防身的石头和木棍，排着队，按照秦军的指示，被分割成了几十个、几百个不同的小营区。夜幕降临了，长平的秋夜，冷风萧瑟，太行山的轮廓在黑暗中显得如同蛰伏的怪兽。赵国士兵们喝着秦军发下来的掺了沙子的稀粥，因为极度的疲惫，很多人倒头就睡。他们不知道，在营地外围那些秦军士兵并没有睡，他们正在磨刀，正在挖坑，正在把一车车的干柴、滚木和弓弩悄悄地运到赵军营地的周围。午夜时分，月亮被厚厚的云层遮住了，大地一片漆黑。动手随着白起的一声冷喝，死亡的交响乐在这片丹朱岭的山谷中骤然奏响，无数的火把瞬间亮起，将山谷照得亮如白昼。还没等赵国降卒从睡梦中惊醒，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已如暴雨般的箭矢倾泻而下，秦军杀人了！凄厉的惨叫声划破了长平的夜空，手无寸铁、饿得四肢无力的赵军士兵，像被圈在栅栏里的羊群一样，迎来了秦军的单方面屠杀。有的营区
秦军直接用战车冲撞，将睡梦中的赵兵碾成肉泥。有的营区，秦军在外围放起大火，将绝望的降卒活活烧死在里面。更多的营区，秦军像赶牲口一样，用长矛和弓弩逼迫着赵兵向那些事先挖好的深沟和深谷里走，跳下去，不跳就射死。那些深沟成了天然的万人坑，赵国士兵们哭喊着推搡着，像下饺子一样跌入那黑不见底的深坑。坑底的人还没来得及爬起来，上面的人又砸了下来。娘啊，我不想死啊！绝望的哀嚎声、求饶声在狭窄的山谷里回荡、碰撞、放大，形成了一种足以让人精神崩溃的恐怖声浪。坑填得差不多了，周围的秦军士兵面无表情地看着，也许他们也感到恐惧，但军令如山，大量的黄土、石头，甚至是还在燃烧的木柴，无情地推入坑中活埋。泥土掩盖了视线，掩盖了呼吸，也掩盖了那些还在蠕动、还在挣扎的生命。那是一个怎样的夜晚啊！40万条鲜活的生命，40万个儿子、丈夫、父亲，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被成箭制敌，系统性的屠杀。鲜血从营地里流出，汇聚成一条条红色的小溪，顺着山势流进了旁边的丹河。原本清澈的丹河水被染成了触目惊心的黑红色，血腥味顺着河水飘出了几十里，甚至连河里的鱼虾都被这浓烈的血浆给毒死了。据后世传说，那一夜，太行山里的野兽都吓得不敢出声。那一夜，天空下起了连绵不绝的血雨。当然，下血雨只是民间传说，用来形容这场仗的惨烈。杀戮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长平的土地上时，这里已经没有一个站着的赵国士兵了，只剩下一座座隆起的新土丘和空气中那股浓重的几千年都散不去的尸臭味儿。白起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大也是最残忍的一件艺术品，他真的把赵国这一代人的精壮男丁全部抹除了。但是如果只是杀了他们，那还不足以体现白起的狠。白起不仅要杀人，他还要诛心。他要用这40万人的死，去彻底摧毁整个赵国老百姓的精神防线。在屠杀的过程中，白起特意下令，在降卒中挑选出了240名年纪最小的童子军。他没有杀这些孩子，他把他们带到那个填满尸体的万人坑前，让他们亲眼目睹了那地狱般的场景。然后，白起对这些吓得浑身发抖、屎尿齐流的孩子说：“你们可以回家了，回去告诉你们的赵王，告诉你们的父母，你们的40万大军全都在这里了。”这240个孩子成了这世上最残酷的信使，他们跌跌撞撞地跑出了长平，一路哭嚎着跑回了邯郸。当他们把那个犹如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带回赵国国都时，整个赵国瞬间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史记里没有用华丽的词藻去描写赵国人的悲伤，只是冷冷地记下了那一段让人肝肠寸断的文字：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孙哭其祖，沿街满市，嚎痛之声不绝。整个邯郸城家家挂孝，户户招魂，没有一家不死人，没有一家不哭泣。凄厉的哭声震碎了邯郸的城墙，也震碎了赵国人抵抗秦国的最后一丝勇气。白起的目的达到了，他不仅消灭了赵国的肉体，更用这240个活口，将名为恐惧的毒药深深地注射进了赵国人的骨髓里。长平一战，赵国彻底废了。白起乘胜追击，大军直逼邯郸，准备一举灭亡赵国。如果这时候让他打，赵国必亡，中国统一的时间可能会提前几十年。但是白起算尽了天下兵法，却算不透咸阳宫里的人心。秦国的丞相范雎慌了，
他看着白起那如日中天的威望，心里直打鼓。如果让白起灭了赵国，那他的功劳可就比当年商鞅还要大了。到时候这大秦的朝堂上还有我范雎说话的份儿吗？于是范雎收受了赵国间谍苏代的巨额贿赂，跑去对秦昭襄王说：大王，秦兵打长平打得太累了，现在强攻邯郸，万一东方诸侯联军来救，咱们可能要吃大亏，不如让赵国割地赔款，咱们见好就收吧。秦昭襄王也是老糊涂了，或者是他对白起的功高震主也产生了一丝忌惮，他竟然同意了。他下令白起退兵，接到圣旨的那一刻，白起站在邯郸城外，看着那座唾手可得的孤城，仰天长叹。他知道这是灭赵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机会。错过了这一次，赵国缓过气来，再想灭他，就要付出10倍的代价。但君命难违，白起只能带着无尽的遗憾班师回朝。果然，赵国缓过气后，不仅不割地，反而联合东方诸侯开始疯狂抵抗。1年后，秦昭襄王发现自己被耍了，大怒，再次派兵攻打邯郸。结果就像白起预料的那样，这时候的邯郸已经变成了铁桶，秦军久攻不下，死伤惨重。秦王急了，命令白起：武安君，你挂帅去，把邯郸给我拿下来。白起拒绝了，他称病不出。他对秦王说：大王，当初我让您打您不打，现在人家准备好了，诸侯联军也来了，这时候去打必败无疑。我不去，这种注定要输的仗我不打。秦王大怒：你不去，我让王陵去，我让王巩去，没你白起，我大秦一样赢。结果王艮在邯郸城下被信陵军的魏楚联军打得大败，秦军损失惨重。消息传回咸阳，白起在家里冷笑了一声：我说什么来着？不听我的话，这就是下场。这句话传到了秦昭襄王的耳朵里，这位隐忍多疑了一辈子的老国王彻底爆发了。好你个白起，你不仅抗命不尊，竟然还敢嘲笑寡人。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下达了一道冰冷的诏书，将白起贬为普通士兵，流放阴密。白起刚走出咸阳的西门，走到一个叫杜游的地方，秦王的使者骑着快马追了上来，手里捧着一把锋利的长剑。大王有令，赐武安君自裁。白起看着那把剑，愣住了。他一生为大秦帝国南征北战，攻城70余座，斩首过100万。他把山东6国打得患上了恐秦症。他没死在敌人的千军万马之中，却要死在自己效忠了一辈子的君主剑下。白起拿起那把剑，仰天长叹：我何罪于天，而致此灾？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老天要这样惩罚我？他沉默了很久很久，突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嘴角露出了一丝苦涩而又释然的惨笑。他自言自语道：我故当死，长平之战，赵族将者数十万人，我诈而进坑之，是足以死。我确实该死。长平之战，赵国降卒几十万人，我用欺骗的手段把他们全部活埋了，就凭这一条，我也该死啊！说完，这位战国时代最恐怖的杀神，这位从不相信因果报应的冷血统帅，在杜游的秋风中拔剑自刎。白起死了，他用自己的命偿还了长平那40万冤魂的血债，至少在他自己的心里是这样。但是长平之战的深远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虽然信陵军窃符救赵，暂时保住了邯郸，但那只是回光返照。赵国在这场战役中精壮男丁几乎死绝，国内只剩下了老弱病残。东方6国中唯一一个能和秦国在正面战场上硬刚的超级大国，被彻底打断了脊梁骨，
从此以后，六国面对秦国再也没有了任何战略上的反击能力，只能像待宰的羔羊一样龟缩在城墙后面瑟瑟发抖，等待那个最终审判日的到来。长平之战的血迹干了，白起的剑也折了，此时的天下大势就像一盘已经下到了官子阶段的围棋，秦国这条黑龙已经把整个棋盘绞杀得密不透风，东方六国被分割包围成了几个在角落里苟延残喘的死眼。在这个时候，但凡脑子清醒一点的六国君臣都应该砸锅卖铁，众志成城地去想怎么防备秦国这台随时可能开过来的推土机。但是历史的荒诞之处就在于，当一个国家、一个阶层即将灭亡的时候，他们往往不是在反思，而是在进行最后也是最疯狂的狂欢与内耗。咱们要讲的是战国四公子的最后一位，也是活得最久、死得最窝囊的一位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通过他那荒唐至极的死亡，你就能看明白，东方六国的上层建筑已经烂到了什么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根本不配赢。春申君黄歇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年轻的时候，为了保住被扣押在秦国的楚国太子后来的楚考烈王，不惜冒着杀头的风险，施展金蝉脱壳之计，把太子偷偷送回楚国，自己留下来等死。这份忠义和胆识让楚考烈王感激涕零。楚考烈王一登基，立刻把黄歇封为楚国令尹，号春申君。从那以后，黄歇在楚国把持朝政长达20多年。他曾经派兵救过赵国，也曾经组织过联军抗击秦国。在他的巅峰时期，楚国的国政他一个人说了算。他也是战国四公子里排场最大、活得最滋润的一个。他的门下同样养了3000食客，而且因为楚国地大物博，春申君又极其好面子，他那帮食客的生活标准简直奢华到了变态的地步。有一个著名的段子，赵国的平原君派了几个门客去楚国拜访春申君。平原君这人本来就好面子，他特意让自己的门客穿上最华丽的丝绸衣服，带上玉佩去楚国显摆显摆。结果等赵国门客到了春申君的府邸一看，楚国这边的接待人员当场就自卑地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春申君派来迎接的上等门客，不仅衣服比他们华丽，最夸张的是，这些门客穿的鞋子鞋面上竟然镶满了大颗的珍珠，走路的时候珍珠咔嚓咔嚓响，闪瞎了赵国人的狗眼。这不仅是炫富，这是一种到了病态的虚荣。当国家的权臣和门客不再比谁的兵法好，谁的计谋毒，而是比谁的鞋子上珍珠多的时候，这个国家的骨头就已经酥了。而春申君自己在权力的温柔乡里泡了20多年，早年间那种为了国家敢于拼命的锐气也早就被磨光了。他现在最关心的不是秦国什么时候打过来，他最关心的是，老楚王如果死了，我春申君的荣华富贵还能不能保得住？这个焦虑源于楚考烈王的一个难言之隐。楚考烈王没有儿子，他虽然有3宫6院，无数美女，但他生不出男孩。史书上说他无子，这在古代可是动摇国本的大事。如果老王死了，没有子嗣，王位就要传给其他宗室的亲戚，那对于春申君来说就是一场政治灾难。新王上台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拿他这个前朝权臣开刀。春申君急呀，他到处给楚王找生儿子的偏方，到处搜罗容易生养的女人进献给楚王，但都没用。老王的种子就是不发芽。就在春申君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名叫李元的门客带着一个极其阴毒也极其荒诞的连环局走进了春申君的视线。李元是个赵国人，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他有一个妹妹，长得倾国倾城，美若天仙。李元本来想把妹妹直接献给楚王，博个国舅爷当当，
但他打听到了楚王不行的秘密，那颗充满算计的脑子立刻转了个弯。如果妹妹进了宫生不出儿子，那顶多就是个宠妃，没啥大用。要是能想个办法让她生个儿子，那我不就是未来国王的亲舅舅了吗？可是老王生不出，怎么生？李渊把目光投向了楚国实际上的太上皇春申君黄歇。李渊故意找了个机会成了春申君的门客，然后他找了个借口请假回了一趟赵国老家。回来之后故意迟到了。春申君问他怎么回来晚了，李渊装出一副很遗憾的样子说：哎呀，相国大人，齐国国王听说我有个妹妹长得漂亮，特意派人来求婚，我在家招待齐国使者，所以耽误了。春申君一听齐国国王都来求婚的女人，那得多漂亮啊！男人嘛，尤其是大权在握的男人，对美女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春申君立刻说：那能不能让我见见你妹妹？李渊心里暗笑，鱼上钩了。第二天，李渊就把妹妹送到了春申君府上。春申君一看，果然是绝代佳人，二话不说直接收入房中，百般宠爱。如果故事到这里，那只是个权臣纳妾的风流韵事，但李渊的这盘大棋才刚刚下到一半。没过多久，李渊的妹妹怀孕了，孩子是春申君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李渊立刻私下找到妹妹，把他的那个疯狂计划和盘托出。妹妹听完，按照哥哥的剧本，在一天夜里枕着春申君的胳膊吹起了致命的枕头风。妹妹娇滴滴地说：相国大人，您在楚国当了20多年令尹，大王对您比亲兄弟还亲，可是大王没有儿子，大王100年之后，王位肯定要传给他的那些兄弟。那些新大王上台，能像现在的王一样信任您吗？您掌权这么多年，得罪了多少人？到时候只怕您会有杀身之祸啊！春申君一听，眉头紧锁，这正是他最担心的事。妹妹接着抛出了那个炸雷般的主意：大人，我现在怀了您的骨肉，这件事除了我们兄妹没人知道。如果您现在再把我献给大王，以我的姿色，大王一定会宠幸我。如果我生下的是个男孩，那他就是楚国的太子，未来的楚王。到时候楚国的江山，名义上是熊家的，实际上就是您黄家的。您是未来国王的亲生父亲，谁还能动得了您？狸猫换太子，借腹生子，这就是李渊和妹妹的终极阴谋。大家品品这个计策，这在封建伦理中叫混淆皇室血脉，是诛九族，千刀万剐，死了都要下地狱的滔天大罪。作为一个接受过正统教育的贵族，作为大楚国的相国，春申君听到这个提议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拔出剑来，把这个妖言惑众的女人劈成2半。但是在战国末期那个道德底线已经被踩进泥里的时代，在权力的极致诱惑面前，春申君黄歇竟然犹豫了。他不仅犹豫了，他在权衡了利弊之后，竟然答应了。为了保住自己生前的荣华富贵，为了满足那股暗戳戳的把楚国江山据为己有的变态野心，这位曾经敢于用性命救主的英雄彻底堕落，成了一个没有底线的政治赌徒。几天后，春申君找了个借口说自己生病了，把李渊的妹妹送出了府，然后他又装作不知道这女人怀孕的事，把她作为绝色美女进献给了楚考烈王。老楚王看到这个美女喜欢的不得了。10个月后，李渊的妹妹在楚王的后宫里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婴，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楚幽王。老楚王高兴得快疯了，他以为他终于有后了，以为老天爷开眼了。他立刻把那个男孩立为太子，把李渊的妹妹立为王后，而李渊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楚国最显赫的国舅爷，掌握了极大的权力。一场肮脏的交易似乎完美地达成了，大家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春申君忘了，
这个世界上保守秘密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知情人变成死人。转眼间几年过去了，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病重，眼看就要不行了。春申君黄歇的心里开始做起了当太上皇的美梦。他觉得只要老王一死，自己亲儿子继位，这楚国就是他黄家的天下了。但是那个国舅爷李元可不这么想。李元现在是皇亲国戚，他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的就是春申君把这个借腹生子的秘密说出去。只要春申君还活着一天，他李元的荣华富贵就随时可能变成诛九族的大罪，必须杀了他灭口。李元暗中招募了一批死士，埋伏在楚王宫的一个重要通道棘门里面。此时春申君一个名叫朱英的门客已经看出了李元的杀机。朱英跑到春申君面前苦苦劝告：相国大人，李元现在手握重兵，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只要大王一死，他为了灭口一定会杀您。您现在赶紧动手，先发制人，杀掉李元，掌控局势啊！春申君听了不以为然地摆摆手，笑骂道：朱先生，你太多心了。李元是个什么东西？他当年是个软弱的文人，是我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他怎么可能杀我？你别瞎猜了。朱英看着这个已经被权力蒙蔽了双眼，自大到无可救药的老头，知道他死定了。朱英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连夜收拾行李逃出了楚国。几天后，楚考烈王驾崩，丧钟在郢都上空敲响。春申君黄歇接到奔丧的旨意，没有带多少护卫，就大摇大摆地向王宫走去。他以为自己是去接收属于自己的王国的。他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到了王宫的棘门，刚刚跨过门槛，正准备向里面的太监询问情况，突然，两旁的门柱后面跳出了几十个手持利刃的死士。没有任何废话，死士们像饿狼一样扑向了毫无防备的春申君。春申君大惊失色，他甚至连拔剑的机会都没有，乱刀齐下。这位把持了楚国朝政20多年，门下食客3000，鞋子上都镶着珍珠的战国四公子，就这样像一条老狗一样被乱刀砍死在了王宫的门槛上。为了掩盖罪行，为了彻底断绝后患，李元的死士残忍地砍下了春申君的头颅，像扔垃圾一样直接扔到了棘门之外的墙外。随后，李元下达了最恶毒的命令，将春申君黄歇满门抄斩，全家老小一个不留。黄歇用自己整个家族的命，为他那场荒诞的借腹生子的赌博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黄歇死了，那个所谓的皇家的楚王楚幽王，在李元的辅佐下登上了王位，但楚国也彻底完蛋了。连国家的最高权力，连王室的血脉，都能被几个政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随意玩弄、调包、灭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东方六国的上层建筑已经彻底腐烂发臭了。他们不再有任何政治理想，不再有任何抵抗秦国的宏大战略。他们每天脑子里想的全是如何在自己人身上搞阴谋诡计，如何去争夺那一点点可怜的即将消亡的既得利益。这种国家，这种统治阶层，拿什么去跟那台精密运转、全民尚武的大秦战争机器去对抗？他们不配赢，他们甚至不配继续存在于历史的舞台上。此时的秦国函谷关内，一个13岁的少年刚刚登上了大秦的王座，他的名字叫嬴政。他那双如同鹰隼般锐利的眼睛，正透过函谷关的迷雾，冷冷地注视着这群在粪坑里互相撕咬的东方重转战国的棋盘上，棋子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个叫嬴政的男人不仅长大了，而且变成了一头真正能吞噬天下的暴龙。大秦帝国的黑色军团就像一场无法阻挡的沙尘暴，开始在东方平原上肆虐。公元前230年，最弱的韩国
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就被抹去了名字。公元前228年，那个曾经拥有无敌铁骑，能在野战中跟秦国掰手腕的赵国也倒下了。不是倒在战场上，而是倒在了自己人手里。赵王听信了小人郭开的谗言，自毁长城，杀死了赵国最后的军神李牧。李牧一死，秦军长驱直入，邯郸城破。现在秦军的锋芒已经逼近了北方的燕国边界易水。在这个冰冷的冬天，整个燕国都笼罩在一种末日降临的死寂之中。燕太子丹，这位曾经和嬴政在赵国一起当过人质，算是有过发小之意的太子，此刻在继承的宫殿里，急得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狼。他知道燕国的军队打不过秦军，别说打，连防守都是奢望。国力、军力、人才储备，这是全方位的降维打击。当国家机器彻底瘫痪的时候，弱者就只剩下最后一种，也是最原始的反抗方式——黑帮式的暗杀。太子丹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一个名叫荆轲的刺客身上。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秋风像刀子一样刮过水面，卷起阵阵寒意。这天早上，易水的岸边站满了人，太子丹以及所有知道这个刺杀计划的宾客全都来了。这并非一场出征的欢送仪式，这是一场提前举行的葬礼。因为所有人都穿着白衣白帽，那是吊丧的素服。大家心里都清楚，无论刺杀成功与否，荆轲这一去都绝不可能活着回来。咸阳宫，那是龙潭虎穴，进去了就是粉身碎骨。荆轲站在风中，他没有穿白衣，他依然穿着平时那件简单的深衣。他的身旁站着他最好的朋友，一个擅长击筑的乐师高渐离。高渐离举起竹尺，重重地敲击在铸的琴弦上，一声凄厉而苍凉的音符划破了易水河畔的宁静。荆轲合着音乐的节拍开始高歌，他的声音一开始是慷慨激昂的变淌之声，听得在场所有人热泪盈眶。紧接着，高渐离手上的节奏猛然加快，琴音变得肃杀决绝。荆轲猛地仰起头，向着灰蒙蒙的天空唱出了那首响彻千古，足以让所有懦夫汗颜的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嗓子喊出来，岸边的人再也绷不住了，一个个瞠目发尽上指关，愤怒的眼睛瞪圆了，头发倒竖，顶起了帽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这是一个文明在面对绝对暴力的碾压时爆发出的最后一丝最悲壮、最不屈的血性。我知道我打不过你，我知道我会被你碾碎，但我还是要用我的命去溅你一身血。歌声停了，荆轲没有再说一句话，也没有回头看一眼太子丹或那些痛哭的朋友。他径直走上那辆早已准备好的马车，车夫一挥鞭，马车绝尘而去，终已不顾。他带着装有督亢地图的木匣，带着一颗用石灰腌制好的人头，那是秦国叛将樊偓期的头颅，是荆轲为了取得秦王信任，亲自去求樊偓期自刎借来的。他踏上了前往咸阳的不归路。几个月后，咸阳宫，秦国的心脏。这是一座极其宏伟、极其压抑的大殿。大殿深处，秦王嬴政端坐在那张象征着天下最高权力的王座上。他的心情很好，燕国不仅派使者来投降，还送来了他最想要的督亢地图，以及他最恨的叛徒樊偓期的首级，宣燕国使者觐见。荆轲捧着装有樊屯期首级的木匣，他的副手秦舞阳捧着装有地图的匣子，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咸阳宫的台阶。那个叫秦舞阳的副手，据说是个12岁就杀过人的狠角色，但在咸阳宫那股犹如实质的恐怖威压下，竟然吓得脸色惨白，浑身发抖。群臣立刻警觉了起来。荆轲却笑了笑，
回头看了一眼秦舞阳，然后对嬴政说：“北方蛮夷之地的粗人没见过天子的威严，所以吓得发抖，请大王宽恕他，让他完成使命。”嬴政并没有怀疑，他挥了挥手：“既然他害怕，那地图就由你一个人拿上来吧。”这就是荆轲想要的。他一个人捧着那个藏着致命杀机的地图匣子，缓缓地走到了嬴政的面前。他打开了那个沉香木的匣子，拿出了那卷画着督亢富庶土地的羊皮地图。嬴政身体前倾，目光被地图吸引住了。荆轲慢慢地一点点展开那卷地图，1寸、2寸。当地图完全展开到尽头的那一瞬间，一道极其刺眼的带着幽蓝色剧毒光芒的寒光突然暴露在了空气中，那是徐夫人匕首，一把只要划破皮肤就能见血封喉的绝世毒刃——图穷匕见。就在这一刹那，荆轲的左手像铁钳一样死死地抓住了嬴政袍子的袖子，他的右手快如闪电般地抓起那把毒匕首，照着嬴政的胸口狠狠地刺了下去。这10秒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10秒。嬴政的反应极快，在匕首即将刺中他胸膛的那一刻，他出于本能猛地向后一挣，那件做工精美的宽大袖子被荆轲硬生生扯断了。嬴政借着这股力量从王座上弹了起来，但因为动作太猛，慌乱中他竟然连剑都拔不出来了。秦国的王剑太阿剑非常长，嬴政越是着急拔，剑身就越是卡在剑鞘里，死死的不动。荆轲一击未中，立刻拿着匕首像一头发疯的老虎追着嬴政就刺。于是，在这座代表着大秦帝国最高威严的大殿上，上演了一出极其滑稽又极其惊悚的猫鼠游戏。秦王嬴政被一个刺客追得绕着大殿上那根粗大的铜柱子拼命地跑圈，大殿底下的群臣全吓傻了，他们怎么不上去帮忙？因为秦国的法律规定，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在大殿上侍奉的臣子连1尺长的兵器都不准带，而那些全副武装的带甲侍卫都站在大殿外面，没有皇帝的诏令，他们是绝对不敢踏入大殿半步的违者杀头。在秦王被追杀的这几秒钟里，他根本来不及下诏令，所以满朝文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王被刺客追着跑，有的甚至急得用手去抓荆轲，但根本拦不住。就在嬴政快要被荆轲追上，命悬一线的时刻，一个人站了出来。他是个御医，名叫夏无且。他手里正好拿着一个用来装药的药囊。夏无且不管3七21，抡起那个沉甸甸的药囊，照着荆轲的脸就砸了过去。药囊砸中了荆轲，虽然没造成多大伤害，但让荆轲的动作迟滞了一瞬间。就趁着这一瞬间的空档，旁边的一个太监大喊了一声：“王复剑！”大王把剑推到背后去拔。嬴政如梦初醒，立刻将长剑推到后背，一把抽出了那把寒光闪闪的秦王长剑。猎物瞬间变成了猎手。嬴政转过身，面对着再次扑上来的荆轲，双手握剑，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地劈了下去。这一剑直接斩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惨叫一声，跌倒在血泊中。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燕国的刺客做出了最后一次反击。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手中那把淬了剧毒的匕首像飞镖一样朝着嬴政狠狠地掷了过去。匕首擦着嬴政的耳朵飞过，重重地钉在了他身后那根粗大的铜柱子上，火星四溅。嬴政惊出一身冷汗，他彻底被激怒了。他走上前去，对着倒在地上的荆轲连砍了8剑。荆轲浑身是血，已经变成了一个血人，但他没有求饶。他倚靠在那根铜柱子上，看着满脸怒容、气喘吁吁的嬴政，他竟然笑了。他一边笑，一边用一种极其轻蔑的语气说出了他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节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我之所以没有一开始就杀了你，是因为我想活捉你，逼你签下退还诸侯土地的契约，好回去报答太子啊。这是真的吗？也许是，但这更像是荆轲在临死前对这位暴君进行的一次心理上的嘲弄。他是在告诉嬴政，我不怕你。我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我杀不了你，而是因为我贪心了。笑声戛然而止，殿外的侍卫终于冲了进来，将荆轲乱刀分尸。咸阳宫的地砖上留下了一大滩刺眼的暗红色血迹。荆轲死了。这场堪称战国末期最惊心动魄的暗杀行动以失败告终，但它产生的后果却是毁灭性的。它没有拯救燕国，也没有拯救东方六国，相反，它像一根巨大的雷管，彻底引爆了嬴政内心深处那股压抑已久的狂暴与杀戮之欲。嬴政坐在龙椅上，看着柱子上的那道匕首留下的划痕，看着地上的血迹，他大发雷霆：好一个燕国，好一个太子丹！既然你们不想体面，那寡人就帮你们体面。接下来不再有合纵连横的奇谋，也不再有势均力敌的拉锯，剩下的只有一台加满油的推土机，对几个破败茅草屋的单方面平推。公元前225年，王贲率领秦军掘开黄河和鸿沟的水，水淹魏国都城大梁，那座曾经在吴起和信陵君手里让天下人仰望的坚城，在浑浊的泥水中浸泡了3个月，城墙崩塌，魏王假投降，魏国灭。公元前223年，老将王翦带着秦国几乎所有的家底60万大军，像一座移动的泰山，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楚军主力在期县被彻底击溃，楚将项燕自杀，楚王复楚被俘，楚国灭。公元前222年，王贲率军扫平辽东，俘虏燕王喜，顺手把赵国最后的残余势力也给收拾了。燕国、赵国彻底灭亡，最后只剩下那个在东方海边摆烂了几十年的齐国。公元前221年，王贲的大军从燕国南部突然南下，直插齐国都城临淄。齐王见那个一辈子都在装死，以为不惹事就能保平安的窝囊废国君，听信了秦国间谍的话，连打都没打，直接开城投降了。他以为投降能换个富家翁当当，结果嬴政把他流放到贡地的松柏林里，连饭都不给吃。这位东方最后一位君主，在饥寒交迫中活活饿死在了树林里。至此，天下再也没有了齐、楚、燕、韩、赵、魏，那张从周朝初年就开始绘制的画满了诸侯国名字的斑驳地图，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在新的空白画布上，只剩下了一个巨大的用篆书写成的黑底金字秦。这声沉重的落锤宣告了长达250年的战国大逃杀 Game Over。 诸位朋友，当我们合上这卷充满了算计、背叛、阴谋和无尽杀戮的战国史书，你的心里是什么感觉？是不是觉得有点透不过气来？是不是觉得这帮人简直就是一群没有人性的野兽？咱们该怎么评价这个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黑暗时代，也有人说这是一个百家争鸣、人才辈出、最波澜壮阔的黄金时代。其实，如果我们跳出道德的框架，用最冷酷的视角来看，战国就是中国历史上一座极其残酷却又极其必要的社会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制度都被扔进去，进行着一场名为生存的极限压力测试。孔孟的儒家进去了，高喊着仁政爱民，结果呢？国君们嫌他们太慢、太理想主义，把他们当成了只会讲大道理的酸秀才。老庄的道家进去了，主张无为而治，退一步海阔天空。结果在乱世里
退一步就是悬崖，无为就是等死。墨子的墨家进去了，搞兼爱非攻，像早期的国际红十字会一样四处救火。但面对秦军那种国家级的绞肉机，他们的游侠精神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最后是谁走出了实验室？是法家，是商鞅、李昶、吴起、韩非子这帮人。他们不跟你讲道德，不跟你讲仁义，他们手里拿着带血的刀，把人变成耕田的牛和杀人的机器，把国家变成一个高度集权的精密系统。他们踩着长平那40万具尸骨，踩着马陵道的箭矢，踩着几百万人的鲜血，冷酷地走到了最后。这是文明的倒退吗？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是的。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尺度来看，这是从分裂走向大一统的必经之路。那个分封建国的旧时代，就像一个满是漏洞的旧系统，它已经无法承载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它必须被摧毁。历史从来不讲道德，它只看结果。结果就是嬴政用暴力结束了这250年的乱世，他赢得了这场大逃杀的最终胜利。那个叫嬴政的男人站在咸阳宫的高台上，看着四海归一。他下令收缴天下人的兵器，在咸阳铸成了12个巨大的金人。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名字秦始皇。他自豪地宣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23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他以为他建立的这套完美无缺的法家系统能够让他的帝国运转1万年，但是他不知道，就在长平之战那铺天盖地的尸骨里，就在商鞅变法那令人窒息的律条下，就在孟尝君、信陵君那些残存的游侠精神里，早就埋下了足以引爆他这个庞大帝国的超级炸药。他以为他终结了乱世，其实他只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另一场更加惨烈、更加波澜壮阔的大戏。夜深了，1000年的血火已经凝固在史书上。今夜，愿你的梦里没有函谷关的风沙，也没有马陵道的箭矢。晚安，战国，晚安。听故事的你，